都市靓女程弯弯本是一家上市总裁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边。然而却没想到，这位寡妇却是尖酸刻薄、好吃懒做，为了独吞丈夫战死蓄意，大闹赵家，上不孝顺公婆，下不善待儿媳。大山，娘好像没气了。娘，儿子不孝。程弯弯猛地睁开眼睛，耳边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。看到床前跪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也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猛地灌进脑海。他33岁，未婚未育，事业有成，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寡妇身上，生了4个儿子。眼前这是大儿子和大儿媳。赵大嫂子回娘家借粮，结果被打破了头回来，流了这么多血，怕是要死了。赵大嫂子杀东西都往娘家扒了，程家的人也太没良心了。赵大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，自己家日子都过成啥样了，还可进得补贴娘家。听着外面一口一声赵大嫂子，让程弯弯差点吐出一口血。她再现代也算是都市靓女，结果却穿成了一个老嫂子。丈夫战死后为独吞蓄盈，大闹赵家单分出去，当时折腾出了不小的动静，而如今头破血流从娘家回来，一时之间成了全村最大的笑话。娘，你终于醒了。把门关上。大儿媳吴慧娘这才反应过来门没关，转身去关院门。看热闹的人群慢慢散了，程弯弯打量这个屋子，泥土坯墙，泥巴地，茅草屋顶，四面漏风。大儿子和大儿媳很瘦，而且好像还怀孕了，所以在几个月后她会升级当奶奶。娘，我早上挖了一点野菜回来，现在就去煮了。来到厨房，吴慧娘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野菜，年成不好，地里没有收成，家里天天吃野菜，野菜切碎放一点荞麦粉，煮成野菜糊糊，算是一家人一天的口粮。娘，您赶紧吃吧。吴慧娘将大碗野菜糊糊被端到木桌上，黑色的糊糊，墨绿色的野菜叶子混合在一个碗里。程弯弯真的是饿极了，她尝了一口，味道很苦，没有放盐，而且这糊糊不知道是什么磨成的粉，好像有糠，根本就吞不下去。可是，一抬头就见面前的大儿子和儿媳盯着他手上的食物吞口水。我没胃口，你们自己吃吧。这个动作让吴慧娘抖了一下，婆婆一言不发的样子，真的好可怕。她膝盖一软，差点跪地上。程弯弯扯了扯唇角，她什么都没做，儿媳妇就吓成这样，原身在家里到底做了多少活？大山，娘这是……娘让我们吃，那就吃吧。程弯弯走到院子外面，站在家门口。去年大河村洪灾，今年又遇旱灾，村里许多人家中粮食渐渐告罄，若是这1个月内再不降雨，今年又是颗粒无收的一年。叹了一口气，1月当婆婆奶奶就算了，竟然穿越到了天灾频发的荒年。她迈步走到了稻田里，水分不够，稻子青黄色，细长条的叶子干枯卷起来，抽出来的穗长了零星的谷粒，但基本上都是空壳。程弯弯不太懂这些，正要转身离开时，脑海突然想起一个机械的问题。丁，发现天然无污染苦苣菜。程弯弯愣住了，眼前浮现出一个虚拟的半透明面板，面板上的主图是一株野菜，注明是苦苣菜。天然无污染苦苣菜，1斤10文。程弯弯将脚边的2颗野菜扯出来，脑海里再度响起机械声。丁，天然无污染苦苣菜2两，价值2文钱，是否售卖？售卖。这一瞬间，他手上的苦苣菜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2枚铜钱。程弯弯满眼不可置信，这时虚浮的面板发生变化，竟然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某宝的商城。他看明白了，2枚铜钱可以买一个肉包子，也能买1瓶矿泉水。他点击购买后，手里的2文钱消失，变成了一个肉包子。程弯弯是真的饿坏了，他3口2口就将包子吃下去。他决定再多挖一点野菜换钱，他想买的东西太多了。苦苣菜是一种耐旱的野菜，久不降雨，许多野草都干死了，苦苣菜却长了一大片，田埂上到处都是。哪个短阳寿的偷老娘家的稻子？呵，原来是赵大嫂子。王婶子跟程弯弯是邻居，天天扯皮掐架，她一直骂不过赵大嫂子，今天终于抓住了死对头的小辫子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赵大嫂子偷我们王家的稻子。京城赵大嫂头破血流从娘家回来，可让村里人笑了许久。哟，这是偷王家的粮食去补贴娘家呢。赵大嫂子越来越混不吝了，偷鸡摸狗的事都干，还有啥事儿她干不出来？接下来说不定还会偷人呢，反正是寡妇，哈哈哈。程弯弯的脸都黑了，这块田就在家门口，他还以为是自家的田，谁能想到是王家的？怎么，我手中是什么？这都看不出来？你们连稻子都不认识了？村里人看清楚了，这是苦苣菜，又叫小鹅菜，味道很苦。村里一般拿来喂猪喂鸡，是不会有人想到吃这种野菜的。你家里鸡鸭都没了，挖小鹅菜干啥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找由头偷我家稻子。这不是家里没粮食了吗？只能挖点小鹅菜回去加餐了。各位家里的余粮一定还有许多，不如借点粮食给我们家吧。王婶子呸了一口唾沫，怕被缠上，转身就钻进地里去拔草了。程弯弯继续蹲在田埂上挖菜，也不知道挖了多久，直到商城提示有3斤了，
他才停下来。3斤苦苣菜卖了30文钱，脑袋上的伤还没处理，花20文在商城里购买了消毒水和消炎药。他揉了揉酸疼的老腰，迈步往家里走。大哥，野菜糊糊好好吃。我的肚子终于吃饱了。程弯弯没想到，那么一点点野菜竟然分给5个人吃，而且每个人都一脸满足。娘，你回来了。娘，我挑了2桶水回来。娘，我砍了柴。娘，我挖了一点野菜。程弯弯抿紧唇望着5人，大儿子也只有18岁，去年娶了媳妇回来；二儿子赵二狗，今年16岁；三儿子赵三牛，今年14岁；小儿子赵四蛋，今年刚满10岁。小小的个子，一看就营养不良。他真切地认识到，这个家真的太穷了。丁发现天然无污染野蕨菜，老四挖回来的正是野蕨菜，商城提示30文一斤，他挖3斤苦苣菜才抵上的这么点蕨菜，心累，身体更累。他弯腰将野蕨菜拿起来，往里屋走去。4个人面面相觑，以往干完活回来，娘都会对他们各种教训指责。今天娘还在程家受了气，挨了打，一言不发是几个意思？程弯弯卖了野蕨菜，花10文钱在商城买了5斤大米，手上余额还剩30文。他是南方人，最喜欢吃白米饭。这是白米，咋来的白米？都市靓女程弯弯本是一家上市总裁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边，然而却没想到，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统，无人要的野菜可以向系统售卖，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。这是白米，咋来的白米？程弯弯坐在主位上，声音淡淡的道：“这是我准备孝敬你们外祖父外祖母的粮食。”他这话一出，在场的5个人心都凉了。不过今天的事让我对你们外祖父外祖母彻底死心了。程弯弯故意叹一口气，这么多年，我里里外外给程家补贴了多少银子粮食，如今家里的日子是真的没法过了，我才回去要债，谁能想到竟然被你们大舅砸破了脑袋。程弯弯垂下头，长长的睫毛挡住了眼底的情绪，看起来是真的伤心了。以后给程家的好东西我们自己留着吃，惠娘，这些你拿去煮了。煮了干啥？大河村的习惯是1天吃2顿，而今家中无粮，被缩减到了1餐。刚刚这几个小子才喝完野菜糊糊，今天的口粮就算是吃完了，要想吃东西就得等明天。让你煮就煮，有什么好问的？吴惠娘不敢再多问，取出大概1/10的米过来，就那么小半碗，准备拿去煮。半碗米，最小的赵四蛋一个人怕是都吃不饱。都煮了。吴惠娘惊得脸都白了，可是对上婆婆故意板着的脸，吴惠娘也不敢问什么。我咋感觉娘受刺激了？娘是想让我们吃饱了去程家讨债，早就想把程家那群王八羔子揍一顿了。大米饭肯定很好吃。程弯弯拿起筷子，开口道：“开始吃吧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边上4个小子就低头抹八饭，像是打仗一样。娘，我吃1小半就好了。程弯弯看着他，有些恨铁不成钢，有吃的都不吃，就这么愿意当受气的小媳妇吗？剩下的另一半是要留给程家人吃吗？我吃。程弯弯不太习惯吃干饭，不过这具身体很虚弱，一口一口吃着。娘，是不是要去程家？去程家干什么？讨债。阿奶说大舅拿走了爹的市银，一共20两，要把这笔账讨回来。没错，大舅今天还打破了娘的脑袋，我们要去讨个说法。肚子吃饱了，我一个人可以打3个，趁天没黑赶紧去。程弯弯倒是想去，但他很清楚，程家根本就拿不出20两。继续吃饭。天色渐渐暗了，吴惠娘在灶房收拾，门外院子里就传来有人骂街的声音。什么败家玩意儿！老赵家倒了8辈子血霉，咋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进门？大山爹的续银有20两啊，整整20两被你拿去补贴娘家，活该你被娘家人揍一顿，怎么不揍死算了？当着全村人的面挖小额菜，少在村里人眼前卖惨，搞得好像老赵家苛待你一样。你个小娼妇有银子给娘家，没银子买粮食，还找人借粮，要不要脸啊？这老太太精神也真是好，大晚上的竟然跑到门口来骂他，她是那种站着被人骂的人吗？赵老太太看到他出来，话头一转：“大山媳妇，你过来！”吴惠娘连忙走过去：“这是我给4个孙子准备的口粮，你给我顾好了。”老太太将一个袋子扔过来：“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，给我硬气一点，不为别人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。”说完，狠狠瞪了一眼程弯弯，转身就走，那背影怎么看都有点落荒而逃的意味。娘，将手里的袋子递到程弯弯面前，连阿奶都怕她的婆婆，她哪里敢对着来？时间不早了，烧点水洗澡睡觉。娘，家里水不多了，一会您先洗。到要睡觉的时候，饭完了，家里就2个房间，已经成婚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一间，
他要和3个儿子躺一张床，鼾声一阵一阵的，这哪里还睡得着？陈弯弯欲哭无泪，等有钱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。一声鸡鸣唤醒了沉睡的大河村。陈弯弯一夜没睡好，这是硬板床，睡的时候总觉得哪都不舒服。幸好现在是夏天，要是到了冬天，那才是真的要命。陈弯弯来到院子内，大儿媳在洗衣服收拾院子，老大准备出门下地，老二准备去挑水，老三正要去砍柴，老四背着竹篓要去挖野菜。这几个孩子是真的懂事。都等等，陈弯弯说了一声，又转身走进里屋。昨天赵老太太送来的米，里面是3、4斤有些发黑的粟米，这米一看就是去年剩下的，已经有些发霉了。点开商城购买粟米，粟米其实就是小米，现在商城里的小米比大米贵，竟然要5文钱1斤，自己手上的余额还剩下30文，咬牙一狠心买了5斤，最后剩下5个铜板。先吃了早饭再去干活。吴慧娘认识这个袋子，是阿奶昨晚送来的。以前老太太也不是没有暗地里接济过粮食，要么是硬邦邦的窝窝头，要么是发黑的荞麦面或者玉米面，颜色这么好看的粟米，他们家是真没吃过。分2天各2顿煮粥吧，老太太还挺疼你们几个孙子的。吴慧娘接过米袋子，这大概是5斤，5斤粟米分2天煮粥，没想到婆婆竟然变得这么大方。等下吃饱了，那就去干活。大山你下地去看看情况，二狗去挑水，今天多挑2桶回来，大热天的也该洗个澡。三牛，你去砍柴。娘，那我干啥？4蛋和我一起上山，光吃主食可不行，得寻点什么回来当配菜。说完，几个小子就散开，眼巴巴的都等着粟米粥。都市靓女陈弯弯本是一家上市总裁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上，然而却没想到，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统，无人要的野菜可以向系统售卖，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。陈弯弯带着赵4蛋一路去山上，路边树林里的野菜都被挖干净了，许多妇人带着孩子只能往更深处走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麻栗菇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黑牛杆菌。陈弯弯看了一眼虚浮面板，瞬间锁定了野蘑菇的位置。一大片树叶下藏着几簇白色的麻栗菇，还有3、4朵黑色的黑牛杆菌。他将蘑菇采下来，然后就直接售卖给商城。这野生菇可比野菜值钱多了，这么一丢丢就卖了48文钱。他的大棉被有着落。娘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这里树叶多，很阴凉湿润，一般会长蘑菇，你4处找找看。这一大片山林里长了很多蘑菇，但是大部分蘑菇有毒。村子里的人看到蘑菇就会避让3步，常见的菇子会踩回去，但稍微有点陌生的是碰都不敢碰的。娘，好多菇子。陈弯弯看了一眼面板，这是大河村常见的鸡菌菇，是能食用的。系统里提示12文钱1斤。4蛋，你真棒！你就在这里采蘑菇，我去那边再看看，记住别乱跑。知道了，娘。陈弯弯走到了另一边，就看到了不少野蕨菜。这个季节蕨菜疯长，不过有些偏老，晒干了可以炒着吃，味道还不错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黑牛杆菌。一棵树下一大簇黑黑的，这种颜色让村民们不敢乱采，倒是便宜了陈弯弯。这是他目前看到的最贵的东西，系统里售卖45文钱1斤。丁，天然野生黑牛杆菌3斤5两，价值158文钱，是否售卖？售卖。陈弯弯的腰包鼓起来了，加上之前剩下的，现在的余额一共是211文钱。这些钱可以在商城里买100斤大米，足够一家6口人吃接近2个月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先看到的，是我的兔子，还给我。你个小崽子别乱说，这是我们抓到的兔子。兔子身上又没写你赵4蛋的名字，凭啥说是你的？兔子在我们手上，那就是我们的东西，走喽。站住！陈弯弯走过来，就见一大群10几岁的孩子围着赵4蛋，而陈弯弯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兔子。你们说说，这只兔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们抓到的兔子，赵4蛋眼红我们有兔子，非要来抢。领头的是村里张无赖的大儿子，叫张大刚，今年12岁，带着一帮半大小子，成天惹是生非。娘，兔子是我先抓到的，被他们抢走了。陈弯弯又不是傻子，赵4蛋一个10岁的小孩，怎么可能主动去抢这一群人手里的兔子？照理说，我一个当长辈的不该跟你们一群孩子计较，但你们欺负了我家4蛋，我是要讨个说法的。别兔子不兔子的了，先把医药费给赔了吧。张大刚身后的小弟低声道：去年赵大婶为了2文钱，在我家门口撒泼，把我娘气得够呛。张大刚立马将手里的兔子扔了，
不关我们的事，赶紧走。我的兔子，发现纯野生放养粗毛兔，1斤8两，价值54文钱，是否售卖？陈弯弯看了一眼商城的兔肉，现代养殖场的兔子才6文钱1斤，这只不到2斤的野生兔子可以换成一只8、9斤的家兔，所以这里的野生食物在商场卖的都比较贵。陈弯弯拎着兔子走到屋内，迅速麻利的换了一只7斤重的大兔子，这一卖一买，还净赚12文钱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四蛋，这是5文钱，你去老屋那边换点菜，最好带1根萝卜回来，兔肉炖萝卜可香了，想吃了。赵四蛋想象了，口水直流就流出来，他赶紧咽回去。他揣着5文钱往老宅那边走。赵家老宅在村子正中心，赵家3个儿子，房子建得挺大。老宅这边只有赵老太太和赵老三媳妇在家里。阿奶，四蛋，你咋来了？娘让我来带1根萝卜回去。一听这话，赵老太太的脸色很不好看。你娘就是个懒货，开春的时候大家都种萝卜，就她不种，天天翘着个腿到处说闲话。现在好了，谁家多多少少都有些存粮，就你们家还要挖小鹅菜吃，山上又不是没有蕨菜，她偏要搞这一出让人看笑话。赵老太太骂骂咧咧去扯出1根萝卜，水分不足，萝卜个头很小，老太太又拔出来2根。赵三媳妇的心在滴血，大嫂都那样过分了，伯伯竟然还偏心大嫂那一家人，不就是大嫂能生儿子吗？谢谢阿奶。哪来的铜板？娘说要用铜板换萝卜。赵老太太总觉得是自己耳朵听错了，老大媳妇那个小娼妇，去年蝗灾的时候，硬是从地窖里拖走了20斤粟米和荞麦粉，反正是一个铜板都没给。阿奶，我先走了。赵四蛋往外走，却被叫住。你等下。赵老太太就不是个爱占便宜的人，她总觉得老大媳妇在憋什么坏招，又塞了一把豆角和1个鸡蛋。赵四蛋看到鸡蛋，眼珠子都瞪圆了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看着碍眼。陈弯弯看到桌上胡萝卜和豆角，便问道：你哪给的？阿奶说不能让娘吃亏。娘，鸡蛋。半个月前家里还有鸡的时候，每天1个鸡蛋都进了云深的肚子。家里有孕妇有孩子，他不明白元生怎么就能心安理得的把鸡蛋吃下去。你出去玩吧，等会做好了叫你。赵大山在院子里劈柴，闻到兔子的肉香味，柴都不想劈了，转头就见老四的舌头伸出来，舔着空气里的香味，好香。这时吴慧娘走出来，小声的道：大山，这么吃真的能行吗？娘这么安排肯定有道理，你听娘的就行了。四蛋，去喊你2哥3哥回来吃饭吧。陈弯弯坐在堂屋的凳子上，这天气真的太热了，在灶房里折腾了一会儿，浑身上下都是汗。今晚说什么都得洗个澡，刚坐一会，赵四蛋就噔噔噔跑回来了。娘，铁柱哥说看到2哥3哥去陈家村了。大山，你跟我去一趟陈家。陈弯弯和赵大山连饭都没顾上吃，顶着大中午的太阳就往陈家村赶。元生隔3差5就会回一趟娘家，可陈弯弯却觉得好远，他2条腿都走不动了。陈弯弯熟门熟路走到陈家门口，刚进去他就看到了让自己目眦尽裂的一幕。2狗3牛。2人看到大哥过来，以为是来救自己的，一抬头就见陈弯弯沉着一张脸走进来，2人吓得脸色更白了。大山娘，你来的正好。陈老太太一脸怒气的从屋子里走出来。这2个赵家的小子太不是东西了，竟然来我们程家偷鸡。程家最后1只大母鸡被这俩东西拧断了脖子，这只鸡1天生1个蛋，1个月生30个蛋，可以换几10个铜板，就这么没了。陈弯弯看向被绑着的2个小子，这俩小子不敢看他，也就是说陈老太太这话是真的。这只鸡可是我们程家的大功臣，你大侄子能念书全靠这只鸡生蛋，我也不要多的，2两银子，现在就给我。听到这话，陈弯弯都笑了，冷冷发话：大山，去把绳子解开，不许放开这俩王八，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，看以后还敢不敢再来我们程家偷东西。赵大山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听谁的。怎么，我说的话不管用了？赵大山连忙将绳索解开，让2个弟弟先坐在地上。惯子如害子，你这么惯着他们，迟早要闯大祸。我自己的儿子，我自己教育，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。听到这话，陈老太太皱起眉头，怎么感觉这个2闺女有些不对劲？她2姑，娘是你亲娘，能是外人吗？你说这话可真要伤了娘的心。从昨天大哥砸破了我的脑袋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不是程家人了。不过1只大母鸡而已，就要赔2两银子，我可没见过谁家人这么坑外嫁的闺女。这只大母鸡是值不了2两银子，但是它能生蛋，10年生的蛋咋还卖不到2两银子？好，就算它值2两银子，就单说去年大山爹战死的续银一共20两，全被大哥借走了，扣除大母鸡要赔的2两银子，
还剩18两。你们程家准备什么时候把这笔银子还给我？一听到这话，程大嫂瞬间炸毛。这20两银子是你给我们程家的，什么时候说过要还了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倒是不介意去找县令大人主持公道。程昭是程家的读书人，也是程家村念书念得最好的人，如今好像已经是童生了，很有希望考上秀才。他二姑，你是疯了吗？你要是敢上公堂，我们程昭以后可不认你这个二姑。他认不认我不在意，我只问一句，18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回来？哼，你个不要脸的，竟然敢来程家要钱，谁给你的脸？既然老太太非要撕破脸皮，那就公堂上见吧。大山、二狗、三牛，我们去镇上告官。程大嫂连忙走出来，程昭是他儿子，是他炫耀的资本，可不能被程弯弯这个贱人毁了名声。他咬牙道：“他二姑，你等等，别走。”他转过头看向老太太，低声道：“娘，我看是昨天那一下，让二姑子和咱们家生了嫌隙，说不定真的会冲到镇上去告官。不就18两银子吗？咱们程昭高中后还怕拿不出这点银两吗？等程昭高中后，这笔银子程家不会少你1文钱。”程二嫂看了半天热闹，心中很是痛快。她没有一个会读书的儿子，常年被大嫂踩一脚。今儿二姑子让大嫂有苦说不出，她巴不得事情越闹越大。二嫂，什么时候大嫂手上有钱了，你过来大河村告诉我一声，只需要报个信，这18两银子就分一半给二嫂。程二嫂满脸不可置信：“真的还是假的？”当然是真的，我要是不给，二嫂也可以去镇上找县令告我。你一辈子都别回来了，你从赵家分出来，又跟娘家老死不相往来，以后你被人欺负，别指望程家给你出头。程弯弯根本就不在乎，他正要走，看到了老太太脑袋上的一根银簪，猛地将银簪拔下来。我记得这是大山爹当年送我的，我还以为丢了呢，原来被程家偷走了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一个偷字让程老太太气急怒下，一脚踩上来，眼睛一闭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太阳慢慢下山，晚霞遍布天边，大河村笼罩在金灿灿的云霞里，景色很美。白日的燥热退去，清冷的晚风从母子4人脸上轻拂而过。惠娘，你再去拿个碗过来。赵二狗和赵三牛惊呆了，两人在外头闯了祸，以为回来后会挨打，没想到却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一个兔肉炖萝卜，蘑菇蛋汤，还有一个炒豆角，这么多食物，比过年还要丰盛。你们2个洗个手，准备吃饭吧。程弯弯分了一些兔肉萝卜出来，四蛋端去给你阿爷阿奶。赵四蛋舔了舔嘴唇，端着碗呲溜一下就跑出去了。都市靓女程弯弯本是一家上市总裁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上，然而却没想到，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统，无人要的野菜可以向系统售卖，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。阿奶，四蛋这孩子咋又来了？不会是被他娘揍了吧？老太太走出去，就见赵四蛋手里捧着一个碗，离得远看不清，还以为这小子是讨饭来的，走近了才发现，竟然是一碗肉。阿奶，这是娘让我拿过来的，我先回去了。赵四蛋把碗塞进赵老太太手里就跑了，他要回去吃兔肉。赵老太太一愣，总觉得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老大媳妇那个败家玩意儿，竟然会给他送一碗肉过来，肉香味在院子里蔓延。我听铁柱哥说，四蛋今天抓到了一只兔子，这肯定是兔子肉，好香。大嫂竟然会给娘送吃的。四蛋白天来要走了3根萝卜，1把豆角，还拿走了1个鸡蛋，一来一回的，差不多月底了。赵老太太却不觉得是假的，那个败家娘们白天给了5元钱，这会儿又送一大碗肉汤过来，老大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大方过？看着几个孙子孙女不停地说，一人一口都不够吃，光给孙子不给孙女也不太像话。这是你们大伯母孝敬我老婆子的，就不给你们吃了。赵老太太将一碗兔肉端回里屋，老头子也惊住了。老大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孝顺了？憋着坏招呢，既然他主动送过来，不吃白不吃，不吃饱哪有精力对付他？傍晚，一家6口人心满意足地靠着椅子打饱嗝。我第一次吃这么饱，娘，明天还能吃饱肚子吗？另外几个人齐刷刷抬头看向家中的酒心。家中确实没有粮食了。5张脸垮下来，家里果然没粮食了。幸好今天吃得饱，应该能管3天吧。这是10几年前你们爹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当初我猪油蒙了心，拿去给了程家人。这银簪我也不想留着了，明儿拿去街上当了换点粮食回来。这是爹送给娘的东西，不能当。不当银簪就没钱买粮食。我想你们的爹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儿子们饿肚子吧。总有一天我会把这根银簪赎回来。4个孩子心情低落，程弯弯转移话题。大山，你去达叔那边问问，明早牛车去镇上吗？一声鸡鸣唤醒了沉睡的大河村。
赵达的牛车在村头等着，1文钱就能坐一趟车。程弯弯昨天晚上洗了澡，面色白皙，额头上的伤也好了许多。赵大嫂子这是去哪呢？咋不去程家村？全村人都知道赵大嫂子是个傻，好东西都往娘家扒拉，却被娘家人打破了头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富贵神有精力盯着别人，还不如多放点心思在自己男人身上。程弯弯迈步进了当铺，他将袖子里的银簪拿出来。掌柜的，你看这银簪值多少钱？掌柜的观察了一下成色，然后说道：100文。这接近1两银子买回来的，竟然只值100文。银簪太旧，款式也不好看。再一个，最近典当首饰的人还挺多，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。算了，不当了。100文着实太少，为了这么点铜板，当掉原生和丈夫的定情性命，着实不值当。娘，当了多少？200文。昨天卖姑子赚的钱，买了些调料和香皂，正好还剩下200文钱。200文可以买很多粮食了。家中有了粮食，赵大山才会觉得踏实。你去杂货铺买点盐，还有一些需要用的调料，我去粮店看看。程弯弯在街道上突然发现百姓神情慌张，后来才知道平安镇1000斤粮食被盗，本来就短缺的粮食自然更加金贵。今天15文，明日怕是要20文。王员外家昨天夜里有盗匪闯进去，抢走了1000斤大米。盗匪太大胆了吧，竟然闯入家中抢粮食，报官了吗？昨夜就报官了，但是没抓到人，大家晚上锁紧门，别被盗匪盯上了。出了平安镇，几人的心情都很差。赶牛车的赵达却跟程弯弯一路闲聊着。现在送你5文钱1斤，这哪吃得起？我就买了点荞麦粉。我们家也是买了一些糊口的。赵大嫂咋买了一口锅？这锅子看起来真不错。猪铁匠打的。赵达暗想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能有口粮食吃就不错了。这败家娘们居然花钱买锅子。突然，一个什么东西飞到程弯弯的头上，他吓了一跳，动都不敢动。大山，快帮我拿下来！赵大山连忙去捉他头上的昆虫。当那虫子捉下来之后，他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。达叔，你快看看，这是蝗虫吗？俗话说，蝗虫过境，寸草不生。别自己吓自己，只有一个蝗虫，捏死就完了。程弯弯和赵大山回来时，家中只有吴慧娘在。慧娘，去关门。程弯弯将20斤大米、20斤白米，还有他趁机在商城里买的2斤五花肉、1大包粗盐，各种各样必须的调料，放了满满一桌子，身上现在是1文钱都没了。今天中午我们吃红烧肉。娘，红烧肉是啥子？等下我来教你。都市靓女程弯弯本是一家上市总裁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上。然而却没想到，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统，无人要的野菜可以向系统售卖，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。给你奶送去，就说是从程家抢回来的。原身对4个孩子过好，全靠老太太暗地里接济粮食，否则4个娃会更瘦。既然决定了要好好过日子，那就有必要和老赵家缓和关系。等下吃过饭，我们就去上山采野菜。慧娘，你怀孕就待在家里。大山，我记得你好像会一点泥瓦活，能靠这边再垒一个小灶吗？赵大山去年在镇上做过泥瓦学徒，确实会那么一点。一个灶上放2口锅，破锅拿来焖饭，新锅拿来做菜，可以省去许多功夫，还能省点柴。娘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垒好灶台的。阿奶，我娘让我送来的。昨天娘去了一趟大舅家，外婆头上的银簪被娘抢回来了，拿到镇上换了好多肉。赵四蛋舔了舔嘴，放下碗就往回跑，生怕回去晚了吃不上红烧肉。一碗红烧肉，香味是那么诱人。四蛋这意思是老大媳妇跟程家闹翻了，听着是这个意思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至少大嫂不会再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去程家，几个孩子也能吃上一口肉。这个大嫂以前有什么好东西，可从来不会孝敬爹娘。我在想，大嫂是不是后悔分家了，想搬回来？当初分家是立下字据了的，想要再搬回来可没那么容易。下午，程弯弯带着3个儿子去上山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松茸菌。松茸可是好东西，在现代社会能卖到好几百1斤。二狗，你看看能不能找点蘑菇。三牛，你去砍点柴。四蛋，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点野果子什么的。好的娘。好的娘。程弯弯转过身，他轻轻地将松茸挖出来，一共5个松茸，不到1斤。天然野生松茸菌6两，价值390文钱，是否售卖？售卖。顺着灌木丛往里走，继续又发现了不少白葱菇和鸡葱菇，5、6斤，一共卖了124文钱。正准备撤退，头顶突然有个什么东西砸下来，他抬头就见头顶是一棵板栗树，树上长满了板栗。程弯弯抱着树干摇了摇，突簌簌掉下来一大片栗子，他没有迟疑，弯腰捡了整整1背篓。天色还早，还不到做晚饭的时候。
陈弯弯准备做个糖炒栗子，给几个小子当零食吃。要是每天都能吃这么饱就好了。银簪换回来的粮食吃完后该咋办？地里的庄稼还有20多天收割，不会一直饿肚子的。他这话一出，屋子里沉默下来。大河村里的大河都干了，更别说稻田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，赶紧吃吧。夜晚静谧，深夜的大河村迎来一声尖利的叫声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娘，村里进贼了！陈弯弯本能地看向放粮食的柜子，隔壁王婶家里的粮食全被偷走了。陈弯弯起身，穿上鞋子就往外走。我们王家这是造了什么孽？地里的庄稼没着落，家里的粮食被偷光了，50-60斤粮食，从嘴巴里抠下来省出的粮食，就这么被偷光了。王家是外姓，上2代逃荒在赵家村落脚，宅基地就分在这外围。还有20多天就可以收到的，大家伙一人借1点给你们，争取把这个难关渡过去。大河村里正野姓赵，在村里很有威望，他第一个开口借1斤粮食给王家。村里的人家里哪有什么余粮，一共就凑了3斤粮食出来。王婶子拿着3斤粮食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最后直接晕厥过去。爹，求求你了，当家的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大早，王家就闹出动静。陈弯弯一起床，就听到隔壁在为卖孩子的事起争执。家里没粮食，把大麦送去大户人家是享福，有啥好福？大麦过去，人家给我们半吊钱，半吊钱能买100多斤粮食，这是好事。李正还真是偏心你们家，二话不说就给你们凑了3斤粮。我再怎么混账也是亲娘，干不出卖孩子的事，大不了一起饿死。他将昨天捡回来的毛栗子分出来一半扔过去，这点粮食换大麦去我们家干1天活吧。大麦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赶紧过来把我家衣服洗了。王大麦知道赵婶子不是什么好人，可现在只要能不被卖淫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赵大嫂这个混不吝都能把日子过下去，为啥我们不能？就算是吃土，我也不同意卖孩子。那就等地里的稻子收了再说。你爹要是真的想卖你，不管我说啥，他都会带你去镇上。大麦擦干眼泪，默默的不说话。陈弯弯叹气，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干活。娘，真的有人要把我买走吗？去年大山爹死后，隔壁村确实有人买儿，想出半两银子让4蛋去给他们养老送终，不过被赵老太太给骂走了。娘不会把4蛋给卖了。给赵4蛋拿出2个糖炒栗子给他。以前大麦姐老偷偷塞窝窝头给我吃，现在我终于也能给你塞吃的啦。都市靓女陈弯弯本是一家上市总裁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上，然而却没想到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统，无人要的野菜可以向系统售卖，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。早饭吃完，一天的忙碌又开始了。陈弯弯让大麦留下来帮着吴慧娘去田埂上挖野菜，他则带着4个儿子上山。昨天赚了半两银子，今天要再接再厉。好多天没看到大嫂了，感觉大嫂比前阵子白些了。陈弯弯的嘴角抽了抽，虽然没镜子，但他能看到自己的手，手心粗糙，默默滴了一把伤心泪，开口道：“趁日头不高，赶紧上山吧。”孙氏也加快了脚步。大嫂这些年补贴了程家不少银子，这回和程家闹翻，不知程家有没有把那些银子还回来？陈弯弯瞬间就听明白了，这是拐弯抹角打探他手上有多少银子呢？我大侄子要念书，那些银子早花光了，哪有给我的？陈弯弯话题一转，春花娘，老太太手上还有多少粮食？这你晓得不？家里没多少粮食了，几个孩子饿得头晕眼花。孙氏不敢再跟陈弯弯搭话，生怕自己这张大嘴巴子把老屋的啥情况都捅出来。前几天这边还没什么人来，但今天上来，这一块地方都被挖干净了。陈弯弯让几个小子去找野菜，他一个人继续走。赵春花抬头，却看到陈弯弯走进了荆棘林，她舔了舔嘴唇，大伯娘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好东西？她眼珠子一转，悄摸摸跟了上去。当赵春花跟来时，却看到陈弯弯站在一块干枯的荷塘边，一会发呆，一会笑，她不知道大伯娘这是怎么了。陈弯弯目光灼热地看向干涸的淤泥，在这个时代，荷花属于偏南方的物种，不可能在北方生长。荷花池土地干涸，泥巴很硬很难挖，陈弯弯费了不少力气，才终于挖出来了一根手臂长的莲藕。赵春花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，她转身就往山下跑。干啥？后头有鬼在追你不成？大伯娘，他挖到了好东西。啥好东西？赵春花也不知道那是啥，肯定能吃。她带着自己娘赶紧过去。就在这里。赵春花走了下去，就顺着刚刚挖开的泥巴继续挖，不一会儿挖到了一根长长的细细的东西。走，回去问问你阿爷。2个人上山才挖这么点野菜，一个个的就知道偷懒，天天吃白饭。娘，我发现了能吃的东西，你们看看这是啥？这是啥东西？这是玉笋。早些年间，
赵老头子走南闯北，在南方当过学徒，那地方就有玉笋。这东西哪里挖的？就在山上，山里一大片全都是，好多。把老二、老三都喊回来。赵老太太听明白了，这玉笋是能救命的东西。吃完饭，赵老太太留在家里守屋子，其他人全都上山。错不了了，这是荷叶，这东西会开花，会长莲子，莲子比玉笋更金贵，只有京城的达官贵人才能吃得上。爹，你懂得真多。人啊，只要走的地方多，知道的自然就多了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这就是爹不让你们读书的原因。爹，你确定不是因为咱家没钱读书吗？赵老头子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他从荷塘这一边走到了另一边，看似是在走路，实则是丈量这里到底有多少亩。老三，你去叫李正来一趟。爹，这是我们家先发现的，那就是我们老赵家的东西，凭啥告诉其他人？这么大一片塘，几千斤粮食，我们家10几口人吃不完也挖不完。再一个，如果桂花村的人发现这片塘，就没大河村什么事了。赵三一脸不服气，孙氏没说话，但抿着的唇也泄露了内心的情绪。唉，罢了罢了，就先挖着，明早我再带李正过来。孙氏松了口气，他娘家就是桂花村的，若是提前透点信，他娘家的人就不会饿肚子了。陈弯弯拿着2根莲藕，迈步来到李正家。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李正老伴正在摘野菜，看到陈弯弯过来，眼皮子狠狠跳了一下。婶儿，李正叔在吗？去镇上了，1、2个月没下雨，镇上的县令头发都愁白了。今儿召集所有李正议事，主要是问问地里的事儿。你李正叔愁的大半个月没睡好了。陈弯弯没说是什么事，转身就走了。赵四蛋趴在桌上，望着藕丸子，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。这几天肚子也吃饱了，咋还天天流口水？娘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你拿1碗藕丸子送去给你阿奶。阿奶，我娘让送来的。你娘咋又糟蹋东西？这是啥？娘说是油炸丸子。阿奶，你尝一口，可好吃了。赵老太太扯了扯唇角，放了这么多油，好像还放了糖，就算是一块泥巴也能变好吃。你娘这几天有没有跟你们念叨什么？娘说要让我们吃饱肚子，还说要想住新房子，还说让我们每天能吃肉。老太太眼皮直跳，果然是想搬回来住，她绝不会允许大房搬回来。我去找李正。都累成啥样了，不能明儿再去吗？我心里安不得势，必须要说清楚。说完，赵老头便直接朝李正家走去。大山娘，这东西哪来的？山上有很多，4、5亩的样子，我估摸着能有上千斤。上千斤，那每家每户岂不是能有快100斤？也起码半个月不会饿肚子。咱大河村有这东西，咋以前没人见过？这是玉笋。赵老头子迈步就走了进去。我几10年前见过，南方有很多玉笋，能填饱肚子，不过听说是专门进贡给京城的，不晓得为啥我们大河村竟然也有。陈弯弯惊讶极了，没想到赵老头竟然见过这东西。我去换双草鞋，等下就上山看一看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山上有狼，就不能明早再去？等不到明天早上了，这可是跟吃饱肚子有关的大事。大山娘，我以前是看错你了。发现了一大片玉笋，明知是能吃的东西，却能第一时间过来告知李正。我们家就6个人，1个小的，1个孕妇，这么多玉笋也挖不完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无私，他有商城交易系统，一把野菜就能换几斤米。他们一家人再荒年也不会饿肚子，但其他人却不行。一大早，李正就召集村里所有人，除了老人、小孩和孕妇，都要去村中间的大槐树下集合。听说深山里发现了粮食，好像和地瓜差不多，叫啥玉笋，可以填饱肚子。我一天上3次山，咋没发现山上还有这宝贝？李正站在高地上，咳了咳，在场的所有人自动安静下来。和粮食有关的事，那就是头等大事。天上不下雨，地上也没什么活计，今儿个所有人先把地里的事放下，跟着我一起上山。挖出来的粮食咋分？挖多少就得多少。村里有些老弱妇孺没有劳动力，所有参加挖玉笋的人，每家拿出10斤，凑个200来斤分出去。李正最是公正，提出一家交10斤，那就表示每家至少能挖个100斤。随后，全村人跟着李正浩浩荡荡上山，一路往上走，妇人、大婶、大嫂不免互相攀谈，有些流言就传了出来。听说这玉笋是老赵家发现的，赵老头子一发现就赶紧告诉了李正。可架不住他们家有个搅屎棍呀。赵有才的媳妇孙氏把山上有玉笋的事告诉了他娘家人。李正和赵老头一起上山时，孙家10几口人在山上挖那什么玉笋，那可是我们大河村的山头，凭啥让桂花村的人挖走？最后咋处理的？玉笋要回来了吗？咱们李正心善，看孙家几个孙子饿得皮包骨头，让他们带着10几斤玉笋回去了。人群中你一言我一语，让孙氏满脸恼怒。山上的玉笋是他闺女发现的，让他娘家的来挖一点怎么了？冬花看到有好吃的，没忍住就去他大舅家里显摆了。
谁能想到闹成这样？陈弯弯和3个儿子下去，在一块有树荫的地方挖玉笋。他叮嘱道：“能挖多少就多少，别逞强，千万注意别把手磨破了。”娘放心吧，我皮厚。不一会儿，陈弯弯的掌心就传来火辣辣的烫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手心竟然起了3个大水泡。娘，你去边上休息一下吧，我们来挖就行了。他起身走到边上休息。儿子生得多就是好，4个儿子一长大，个个都是顶好的劳动力。丁发现天然野生百年人参。陈弯弯跟着商城指引，走到了一棵苍老的古树下，层层叠叠的阔叶下面长着一棵野人参。丁天然野生百年人参，价值12万文钱，是否售卖？12万文钱就等于是120两银子，竟然一不小心成了富婆。售卖。在商城里买了一只兔子，然后拎着兔子走到人群那边去。赵大嫂子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，在路边都能逮只兔子。运气不错，竟然捉到了一只兔子。你们忙着，我先把兔子送回去。已经到了半夜，大河村的人这才将4、5亩地的玉笋挖完。早上日头渐渐升起，吴慧娘在灶房里做吃食，兔肉炖玉笋，再加白面野菜饼子，丰盛的早饭放在木桌上。等会先盛一碗出来，给你们阿爷阿奶送去。娘，你对阿爷阿奶真好啊！你们爹战死沙场，为国捐躯，我当然要代替你们爹来孝顺他父母。以后我也要孝敬娘。赵老太太正在厨房里煮玉笋糊糊。阿奶，我娘叫我送来的。老太太看一眼就知道是兔肉。你站着等会。老太太拎着玉笋递给赵四蛋，本来还想叮嘱几句，赵四蛋转身飞快就溜了。这孩子，呵呵。孙氏在屋子，心中一口火气总是压不下去，最终还是没忍住嘀咕道：“想吃玉笋，昨就该好好挖，10斤玉笋一会子就能挖出来，偏偏伸手来老宅要。”一听这话，赵老太太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阿奶，今天的野菜糊糊咋这么香？刚刚你大伯娘让4蛋送来的。大伯娘也太好了，这肯定是昨天那只大肥兔子。你们大伯娘送了1碗兔肉，我让4蛋带回去10斤玉笋。你觉得10斤玉笋是不是给多了？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，看了一眼站在边上的孙氏。要是谁给我吃一口肉，我给他20斤玉笋。孙氏知道这话是老太太故意问给自己听的，一张脸臊得慌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大山娘在不在？院子门口响起王婶子的声音。前儿你给我们家3、4斤毛栗子，这是还给你的。大麦给我们家干了1天活，早就抵了那些栗子。大麦在你们家吃了2餐，干1天活也没什么，东西我放院子里了，爱要不要？陈弯弯无奈将玉笋捡起来，虽然王婶子从头到尾摆着人，但他必须承认王婶子是个可以深交的人。他走进屋子，看着准备出门的孩子道：“昨天干了1天活不累吗？都歇歇吧。”娘，我不累，我下地看看，拔拔草。稻子都快干死了，拔草意义不大，听我的，都先睡一觉，有什么事下午再说。他一发话，4个小子都不敢再反抗，乖乖的去休息。陈弯弯则坐在堂屋里，微微思索着地下水的事。他点开商城，找了半天，最后看到了一本书，竟然是关于地下水开采的历史文献。将这本书买下来，认认真真的开始阅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执行操作相对简易的办法。他必须实际操作一番才能执行。当陈弯弯走到小屋时，赵大山和吴慧娘在树下静静地看着对方，空气里浮动着甜蜜的粉红泡泡。陈弯弯捂住眼睛，这一波狗粮真的辣眼睛。娘，嗨嗨，那啥，大山，你过来帮我认认这种植物。他提前画了一株草，主要是画这株草的叶子形态。赵大山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是奇艾，屋后就有不少。奇艾就是现代俗称的艾草，他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。那你去把屋后奇艾都割下来扔到院子里。娘，奇艾烧不起来，烧的时候很多烟，我去割点别的干草吧。谁说我要拿来烧柴？我有大用。昨儿村里人都是在山上度过的，今天上山的人寥寥无几。娘，这是要干啥？到时候去了就知道了。等走到干枯的池塘附近时，赵二狗敏锐地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娘，挖玉笋的地方好像有人。大河村的人昨天忙碌1天1夜，不可能这会儿又上山，那就只能是桂花村的人。这大河村简直不给人留活路。这山头在大河村和桂花村中间，这啥玩意儿应该一个村一半。大河村的李正太精明了，不会让一半给我们的。明的不行，那咱们来暗的。反正最近偷粮食的贼特别多，我们可以伪装成贼。陈弯弯的眸光倏然冷了下来，他们轻手轻脚后退。今天先回去。桂花村的人要搞事情，这会儿去找水源也不太合适。回来的路上，陈弯弯花100文钱在商城里买了2只鸡，直接放在了草丛里。是鸡，附近有鸡，今天晚上可以吃鸡了。李正站在干裂的田埂上看地里的情况，
边上许多人围着问话。李正，县令大人究竟怎么说的？地里没粮食，县令大人会给我们大河村发朝廷救济粮吗？听说镇上的粟米涨到12文1斤了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李正十分头疼，这些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就在这时，陈弯弯走过来，面色凝重的道：李正，我刚刚上山，看到桂花村30几个人在我们大河村的山头转悠。这么多人来，是要干啥？为首的是个胖子，听他的意思是想集结一帮人来我们大河村偷粮食。陈弯弯没有隐瞒，将听到的一切说出。这不是李正一个人的事，而是整个大河村所有人的事。桂花村的人也忒不要脸了。赵大嫂子不是说了吗？桂花村的人是想偷粮食，明着打不过，来暗的呗。那我们先去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若是大河村先动手，闹到县令大人那儿去，吃亏的是我们村所有人，但我们大河村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来抢走我们的粮食。不能打过去，那咋办？桂花村的人都不是啥好东西。人群中有气愤，也有满脸不是滋味的。不如建立巡逻队，每家每户派出1个人，轮流值岗。一旦发现桂花村有异动，再反击也不迟。李正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还没点头，就有人反驳：是村里第1号吃懒做的张无赖。地里一堆事等着做，谁有闲工夫轮流值岗？你这娘们一句话就给大伙找了个破差事。张无赖一脸嚣张，除了李正，根本就不可能会再有人同意。为啥不同意？我们家老大媳妇提出这个办法，也是为了全村人着想。张无赖竟恶意揣测，这笔账我们赵家记下了。陈弯弯微微错愕，没想到这种时候，赵家的人竟然会无条件相信他。早几十年前，大河村都姓赵，大家心齐，很少有矛盾。这次建立巡逻队，外姓人就不必参与了。赵家人建立的巡逻队只会护着赵家的粮食。晚些时候，赵家人去赵家宗祠开个会。李正，这不行的。我家虽姓朱，但在村里生活50、60年，这种时候怎么能退缩？王婶子经历过粮食被偷的痛苦，第二个开口：大山娘提的这个主意确实不错，我们家就让泥鳅爹去。我们家人口多，可以安排2个人当值。外姓人一个个表态，气得张无赖脸色铁青，说也说不过，他甩袖子就走了。李正让大家聚集在大槐树的广场上，村里有识字最多的人，手拿着毛笔在纸上写名字。他转身准备离开，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孩子，是张无赖的儿子张大刚。他一个人站在那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他站了一会，转身就走了。陈弯弯回到家中，径直走到房间，然后点开交易商城。桂花村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摸过来，他必须得买点东西防身。娘，赵三牛推门进来，一看到他手上的短刀，他满眼放光。这是哪里来的刀？看起来好锋利。上回去镇上，在巷子里捡的，确实很锋利。赵三牛无法控制住自己，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刀，不停地搓手。送给你了，谢谢娘。最后陈弯弯又买了一个电击尺，一次性放电，能电晕一个成年人，要价1两银子，用来防身。今天晚餐格外丰盛，陈弯弯的到来让一家人的伙食格外丰富。惠娘，等这几天忙完了，我请郑郎中来给你看看。娘，我……吴惠娘的眼圈有些发热，嫁进赵家1年，她就被搓磨了1年。若不是大山心疼她，她怕是早就过不下去了。都是要当娘的人了，不许哭。一家人正要用餐，一个怯弱的声音突然在院子里响起：“二狗哥，你在吗？”赵二狗连饭都顾不上吃了，扔下筷子就朝院子外走去。大山，当初你办喜事花了多少银子？我不知道。娘，我知道。阿奶说大嫂进门1文钱都没花。他这么一说，陈弯弯一脸穷样。娘，水晴听说大河村家家户户都挖了玉笋，是来借粮食的。借多少？10斤。10斤玉笋并不算多。陈弯弯让赵二狗自己去地窖里拿玉笋。水晴，我家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。他提的是借20斤粮食，赵二狗却只拿了10斤出来。他回去怎么跟爹交代？我知道的，这年头谁家都不容易。那二狗哥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我送你一程。孙水晴走在前头，他走在后面，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。吃过晚饭，陈弯弯坐在屋子里，有些发愁。家里就2间房，老二媳妇进门后，这2口子睡哪里？盖个4、5间土坯房子。他手上有钱，但来路解释不清。等考察过这姑娘的人品之后，可以先给点彩礼，让2个孩子定个亲。等过完年后开春，再将那姑娘娶进门。是水琴姐。婶子，我来跟二狗哥说几句话。你们聊，别管我。陈弯弯连忙走开，耳朵却竖起来听着那边的动静。二狗哥，我刚进村的时候，看到好几个人在村口走来走去，看到我还问了许多话，这是干啥？陈弯弯本来在八卦，一听到孙水琴问这个，顿时清醒了不少。水琴，进来坐会，一起吃个早饭。我怎么能留下吃东西？
其实婶子，其实我是。水琴，你有什么事就说，我娘很好说话的。昨天隔得远，没看仔细，今天离得近了，很明显就感觉到孙水琴并不像看起来这么单纯，那朦胧的水银目光像是演出来的。孙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就说，只要婶子能帮上忙，定不会推拒。婶子，能不能再借给我们家20斤粮食？听到这话，赵二狗顿时紧张起来，他怕水琴还没进门，就叫他娘不喜。婶子不是不愿意借，只是昨儿刚借了10斤出去，今儿又借20斤，一碗水端不平，其他几个儿子怕是会有想法。娘，我没有想法，借吧。陈弯弯就一记冷眼扫了过去。二狗，家里有多少粮食，你心里清楚，你觉得该借吗？赵二狗就见孙水琴眼底有眼泪打转，他的心仿佛都被揉碎了。陈弯弯无奈的叹气：“孙姑娘，20斤我们家拿不出来，最多只能再匀10斤出来。”谢谢婶子，太谢谢了。陈弯弯让赵二狗进去拿粮食。孙姑娘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们家二狗不懂事，不能体谅你，你也别跟他计较。我当然不会跟二狗哥计较。一听这话，陈弯弯的脸色就变冷了一些。他不过是随口贬低了一下自己儿子，没想到这孙姑娘竟然跟着附和，又借了10斤玉笋出去，却换来这位孙姑娘并不真诚的道谢。水琴，我送你回去。村头村尾都有人巡逻，要是被人看到你们俩单独在一起，没得败坏了孙姑娘的名声。惠娘，你去送一程。大河村村口已经设了路道，村里人可以自由出入，村外的进来却要问一大堆问题后才放行。村里的巡逻队一共有200人参加，1个月只需要出勤3次。陈弯弯走到大槐树下，就被一群妇人围住了。赵大嫂子，你出的那个主意真不错。听说了吗？桂花村那帮混蛋昨晚偷潜进来了。正好是我家那口子当值，一嗓子叫出来，当值的10个人立马扑过来把人逮住了。桂花村也就派了7个人，就敢过来偷粮食，真是可笑。那7个人咋处置了？没让他们得逞，没有人赃并获，只能放了。我只是出个主意，主要还是靠大家齐心，才保住了全村的粮食。众人有些怔愣，以前只会撒泼的人，现在看起来竟然有些温柔。呵呵，我去老赵家看看。陈弯弯迈步往老赵家院子走，一群妇人又议论开了。赵大嫂子不是跟赵老太太闹翻了吗？都1年没进老赵家的门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还能真老死不相往来吗？说的也是。娘，赵老太太听到声音，着实愣了一下。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大嫂，来坐下。我今儿过来，主要是想打听个人。你说吧。一个姓孙的姑娘，小名水琴，好像是桂花村的，不知娘有没有听说过这姑娘？赵老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活动范围就是大河村，自然是没听说过的。这姑娘我认识，她爹和我爹是堂兄弟。我出嫁的时候，她才3、4岁，现在长成了个水灵灵的大姑娘。大嫂问她干啥？我这不是想给二狗找媳妇吗？打听一下这姑娘的人品，要是不错，可以上门提个亲。堂叔就是个混不吝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气死了水琴他娘，家里全靠水琴撑着。大嫂要是娶了水琴这个媳妇进门，以后有的忙活了。水琴是个好姑娘，那模样有多俊俏我就不说了。大嫂要是娶了这么个媳妇进门，以后是要享大福的。陈弯弯一看孙氏的脸色，具体肯定是打听不到什么了，但孙家肯定不简单。那我回去琢磨琢磨什么时候上门提亲，先走了。不坐一会儿，家里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他寻思着，应该自己去桂花村亲自打听一下，不能偏听偏信，也不能只相信自己的感觉。万一人家姑娘就是个感情内敛的人呢？不过现在这件事不重要，重点是水源问题。下午，陈弯弯带着儿子再次上山，将艾草点燃。娘，起艾烧起来之后，然后干啥？一大堆艾草烧起来了不少烟，烟雾向下往山谷方向飘走。跟上去。娘，这里有水，这里的岩石缝隙里有水流出来，是山泉。陈弯弯笑起来，看来这个方法用对了，竟然真的找到了地下水的源头。娘，你咋这么聪明？奇艾为啥能找到水？娘咋知道的？我像4蛋这么大的时候，一直住在外婆家。有一次，外婆请郎中来熏过奇艾，我记得那位郎中说，奇艾能驱除湿气，湿气可不就是和水有关吗？我也是想到了这个，所以才来试一试。娘，你真厉害！再也不愁没水喝了。以后挑水的活就交给我了，我一天挑4趟。上山一次半个时辰，来回1趟就是1个时辰，一天4趟，那就去了大半天。你一天天的就这么闲？发现了水源不算厉害，要是能想办法把这里的水送到家门口，才是真的厉害。几人陷入了苦思冥想，除了挑水，他们想不到别的。在发现了水源后，陈弯弯带着儿子们小心。突然，三牛他惊呼一声：“二哥，快看，那边是不是水琴姐？”陈弯弯看去，就见孙水琴果然在那边。怎么这个时候还没回去？而且他身边有个男娃子，好像也是大河村的赵小珍。你干啥？
没看到孙姑娘和赵傻根在一起吗？你过去会打扰他们。傻根哥，你别送了。孙水琴的声音是温柔。从这边的小路下去，没一会儿就到了桂花村，我自己回去可以的。赵傻根憨厚的笑了笑。不够吃再来找我。谢谢你，傻根哥。孙水琴脸上露出羞涩的笑，水眸如锦，看起来格外动人。水琴姐找二哥借了粮食，咋又找傻根哥借粮食？我还以为他只会对二哥这么笑呢。陈弯弯暗暗给三牛点赞，要是二狗还听不明白，那就是真的没救了。孙水琴这是在大河村养鱼。水琴很温柔，人很好，跟谁都能当朋友。他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赵傻根才能帮一把吧？是吗？当朋友会牵手吗？这会儿反应过来的赵二狗瞪大了眼睛，却见孙水琴满脸羞涩，没有挣扎，他瞬间愤怒起来，抬步就要冲过去。站住！赵家没上门提亲，你们两人更没定亲，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冲出去要干啥？骂赵傻根乱勾搭，还是骂孙水琴红杏出墙？水琴不是这种人，他不是。这小子还不死心呢，不过借了20斤玉笋出去，说是借，跟白送差不多。傻根哥走了。孙水琴一个人，他手里拎着不少东西，迅速的往桂花村方向走去。水琴，二狗哥，你咋在这里？你手上这一袋子粮食咋来的？我有个二叔在大河村干活，二叔让我帮忙带回去。赵二狗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。我刚刚咋看到是赵傻根给你的粮食？是吗？可能是你看错了。这大白天的，我咋可能看错？赵傻根跟我一个村的，他就算只露出个后脑勺，我都能认出来。赵傻根一直纠缠我，他非要给我送粮食，我本来不想要的，可是我家真的断粮了，我拒绝不了。孙姑娘，你有啥委屈就告诉婶子，婶子帮你出面。陈弯弯走了过来。赵傻根那玩纠缠你，这小子平时看着老实憨厚，没成想竟做出这等事来。既然这粮食是他非要送给你的，那婶子替你还回去。婶子，我孙姑娘，我们家二狗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二狗，不如趁早把婚事定下来。等你定亲后，谁再敢纠缠你，那就是跟我们老赵家作对，看我不撕烂他的脸。听到这话，赵二狗的脸蓦然一片通红。我嫁过来之后住哪儿呢？他来过大河村许多次，对赵家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都想好了，让二狗在屋子边上搭个草棚子，想搭多大就多大。草棚子。娘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和水琴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水琴进门后也不用在我身前立规矩，你们大嫂怀着身子，干活也不方便，以后家里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这些活就都交给二狗媳妇。孙水琴的脸色越来越僵。婶子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二狗哥没什么，我一直把二狗哥当亲哥哥，从来没想过嫁到赵家。孙姑娘，你当真没想过嫁进赵家？孙水琴迅速点头，泪光盈盈道：“这就是个误会。我们家二狗有4个嫡亲的堂妹，不缺你这个妹妹。还有，你手上这玉笋是我借给二狗未来媳妇儿的，跟你没啥关系，还回来。之前借给你的10斤就算了，不是我们家不缺这10斤粮食，主要是我不希望你再来赵家，更不希望你再来找我们家二狗。赶紧回你桂花村去吧。”孙水琴的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她不敢再多人，生怕陈弯弯再说出什么令她更难堪。赵二狗这小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这小子怕是心都要碎了。二狗，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孩子，山上的水怎么引下山？这事儿你好好想一想。娘，能不能挖沟？从山上的谷沟挖一条沟。二狗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从山上到山下一共多长距离？需要多少人力来挖沟？需要挖多久？这些你都要好好想一想。这么长，一个人1个时辰肯定能挖完。从山脚下到这里，差不多需要2、3千多个人挖1个时辰。村里的壮年劳动力大概有400、500人，全部一起来，大概需要多久？娘，我算不出来。陈弯弯扶额，这是现代社会7、8岁的小朋友都会的算术题，结果古代没几个人会，得教这几个小子认字、学算术。你们家的鸡不是早就宰了吗？阿奶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这是上回在山上二哥抓住的2只野鸡，会下蛋的野鸡，一天下2个蛋。赵老太太盯着2只大母鸡产生了怀疑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第一次看到长得跟家养的鸡一模一样的野鸡。阿奶，野鸡生的蛋会孵出小鸡吗？大鸡生小鸡，等几个月后，家里就会有好多鸡啦。赵老太太无奈的笑道：“有公鸡才能会有小鸡。娘，你咋来了？你上回不是问桂花村孙家那闺女吗？我在村里打听了一下，好几个婆子都说孙家那姑娘跟赵有贵的大儿子赵傻根快定亲了，这是咋回事？这事儿是我误会了，二狗的亲事还得再看看。回头我让媒婆打听一下。阿奶，等野鸡孵出小鸡，我给阿奶送1只。好。陈弯弯顿了顿，等下次上山的时候，偷偷在商城里买1只公鸡，到时候就能孵小鸡了。娘，您就在这边吃吧，饭菜都够。搞得好像我是为了一口吃的才来的，家里还有一堆事。走了。
赵老太太转身就往外走。二狗，等吃完饭，你跟我去一趟李正家。好的，娘。大山娘咋来了？我来找李正叔说点事儿。李正叔在吗？在里头。李正老伴站起身。你李正叔昨天一宿没睡，等会还要去地头看看天气。行，我先去里屋找李正叔。大山娘，李正叔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。李正面色严肃起来。我在山上发现了水，从未开采过。如果将山上的水引下来，引入稻田，今年就不愁没粮食入仓了。大山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会相信的。赵家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从未发现过山上有水。李正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村里最后一口井也不出水了。半个月前干涸了2口井，如今最后一口井干涸，没了水，还怎么生活？大山娘，现在村里所有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。李正叔，不过我也有个不情之请。大山娘，你说。去年我从老赵家分家出来，分了13亩田，只有5亩良田，其他8亩都是下等地，长不出好粮食。大山娘，只要你说的水源这事儿是真的，我就把村里最肥沃的一块地划给你。不过良田价格也贵，市价2两银子1亩。我想要山下那块荒地，山上的水流下来时，荒地以后定能成为良田。李正叔将这块地给我留个半年的样子，若是半年内我拿不出银子来，李正叔可以卖出去。这个要求根本就不算什么要求，灾荒年谁家都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买地。按荒地的价格给你算，80001亩地，你要多少亩？我回去和几个儿子商量一下。商量好了再告诉我。回去的路上正好能看到这片荒地。赵二狗念念有词的在算钱。娘，这里大概是30多亩。你按我说的算会容易点，1亩地8000银子，10亩地那就是80钱银子，30亩地就是3个80，等于多少？赵二狗一个头2个大，他伸出手指头来算，但是不够用，最后仔仔细细的数了一遍，高兴的道：“娘，一共是240钱。那240钱一共是多少银子？”这个问题可把赵二狗给难倒了。10钱是1两银子，240钱是24两银子。娘，你好厉害！其实我们家的地也够了，我和大哥3牛一起种，正好差不多能应付。以后有银子买地后再说我的打算吧。走，回家。程家村的人真不是东西，1斤粟米或者玉米面才能换1桶水，这是想逼死人。程家村好歹比桂花村强点，桂花村的放出话来了，3斤粟米才能换1桶水。1天不吃粮还能动，这么热的天，1天不喝水。唉，李正来了，看李正怎么说。李正面色严肃地走过来，大家都安静一下，老天爷没那么绝情，总会给我们一条活路。太阳落山之前，我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昨天晚上李正已经想清楚了，山上有水的事还未经证实，暂时不能透露太多。真的有水？这里一直都有水，为啥从来没有人发现？因为从前不缺水，所以没有人想过来寻水。若是没有大山娘，大河村今年怕是至少要嘎1半的人。若是将这里的水引下山，稻子就有救了。村里的稻子正是大量需要肥水的时候，引水下山的事宜早不宜迟。大山娘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二狗，你昨天想出来的法子，让李正给你指点一下。赵二狗立即来了精神。咱们大河村的稻田有上千亩，靠人肩挑手提肯定不行。我想着，是不是可以从山上挖一条沟到山下，把水引到田地里？二狗子，你知道从山脚到这里有多少里吗？有10几20里路，比防洪的河堤还要长。赵安将一否定，赵二狗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下说了。除了挖沟渠，你们还能想出其他更好的主意吗？二狗子，你继续说。10几里听起来很远，但只要把10几里分成无数个小段，每人负责一段，这件事就不算是一件很难的事了。大河村的壮年劳动力，16到45岁之间的人大概有400-500人，这么多人一起上阵，差不多是15、16个时辰。时间分化一下，那就是大概2天半，能将山上的水引流到稻田。二狗子，你真聪明。李正和程弯弯将沟渠的路线大致定了下来，沿途还做了一些记号。到了午时，一行人下山，从山上回到村里。李正压抑着激动：“你们互相通知一下，1刻钟后全村人来开会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给大家。”今儿个没有水，应该是有关水的好消息。是不是李正答应了桂花村啥条件？桂花村的人答应让我们过去挑水。我们村哪有什么粮食？所有的希望都在地里。天上不下雨，现在连人喝的水都没有。村里人慢慢汇集在大槐树边的空地上。大河村一共197户人家，占满了空地。今天上午，大山娘带我上山，发现山上有一处水源，我们村有水喝了，不需要用粮食去程家村、桂花村换水。大河村有上天地佑，老天爷不会看着我们遭难的。村里人全都激动起来。前不久，大山娘发现山上有玉笋，昨夜又发现山上有水，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。
我知道村里人对大山娘颇有微词，但从现在开始，大山娘是我们全村人的大恩人。站在人群中的陈弯弯愣住。若你们依然觉得大山娘不值得一声谢，那现在可以退出大河村的会议。赵大嫂子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大山娘，从前是我误会你了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大家不必这么客气。山上的水量很大，给稻子灌溉不成问题。全村400-500个劳动力一起挖沟，只要我们能把水引入稻田，今年就能大丰收。从山上挖沟下来，这也太荒唐了。全村的人都去挖沟，地里的活谁干？这是闹着玩吧？反正我不出力。赵大嫂子一个妇人的话，竟然也有人信。人群中有极少部分人赞同这个观点。你给我住口！你不出力可以，到时候山上的水引下来，你家的稻子别想喝一口。其他人谁还有意见，现在就可以退出。外姓人要退出我不管，如果是赵家本家，谁退出，那我会开宗祠除名。李正很少发火，此时一番疾言厉色，谁都不敢再说什么，除了张无赖。大河村壮年劳力300余人分成2组轮流挖沟渠，每2人合作负责一个，慢慢往山脚下移动。山下，李正和陈弯弯在村中间的大槐树下说话。这里做个活口，稻田里的水足够之后，用石头填上堵住沟渠，需要的时候再把这块大石头搬开。就是不知道这条沟渠挖好之后能用几年。陈弯弯努力回忆着上辈子的见闻，缓声开口道：泥土进水之后会变得松软，日久天长，沟渠里都是泥土，这条沟渠自然就用不成了。是不是可以在沟渠里垫石头，边上的泥土就不会被冲刷掩埋沟渠？大山娘，你这个主意好，我这就上山走一趟。先不急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水引下来。沟渠里垫石头的事，可以等冬季农闲的时候再安排人去做。说的是，大山娘，你咋懂这么多？我小时候是住在外婆家，我外公是种田的老把式。有一回下暴雨，我外公会挖沟把水引出去，我也是依葫芦画瓢，有样学样。他嘴里的外公外婆去世多少年，凡事都可以推在外公外婆身上，丝毫不用担心会被人戳穿。李正叔，不好了，桂花村的人又来了。这山头是大河村的，山上的水自然也是属于我们的。桂花村的李正这些年干了不少人嫌狗增的事，村里人可不会心甘情愿上山挖沟干活。说是这么说，李正还是决定上山走一趟。娘，你咋来了？惠娘做了野菜荞麦饼子，我给你俩送来。不知道今天晚上是继续干活，还是回去休息？当然是继续挖。李正说2天半，那我们就连夜干活，最迟明天晚上就会挖到山脚下。地里的稻子等不得了，能快点就快点，都别偷懒。连着干1天1夜可不行，别把人给累坏了。不过晚上没有太阳，干活舒服凉快一点。那今晚通宵干，明天上午大家好好休息，下午再过来继续。先吃饱肚子了再干活。这里好多灯笼草，发现天然野生石花子。石花子，陈弯弯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一个主意。刚才在想怎么让钱过明路，这赚钱的生意就送上门了。谁能帮我摘1斤灯笼，我就奖励他1个鸡蛋。娘，我来，鸡蛋多留给我。只要你能摘1斤，也奖励鸡蛋。大山娘，你要这些灯笼干什么？鸡都不吃的东西。我外婆用灯笼草做过什么好吃的点心，弄一点回去试试看。他听说陈弯弯前几天上山捡了2只大母鸡，特别能生蛋，1天生4个，不怕拿不出鸡蛋来。大麦，你们快帮赵婶子去采灯笼，越多越好。一群半大的孩子开始疯狂摘灯笼。赵大婶，这里够1斤了吗？赵大婶，我采了1倍篓，你看看能换几个鸡蛋？大伯娘，我也采了1篮子，有2斤，是不是能拿2个鸡蛋？陈弯弯看着面前背篓和篮子，全都是石花子，目测至少20多斤。这群孩子的行动力让人惊叹。我们家的母鸡1天只能生4个蛋，所以1天只能有4个人过来领鸡蛋，让小一点的孩子先领，可以吗？我最后一个吧。我也最后一个。那我也留到最后1天。陈弯弯没想到这些懂事的孩子们竟然如此主动的谦让了。以后婶子还需要灯笼的时候再找你们。夜色一点点的沉下去，李正跟着大家一起熬，他高声鼓劲道：再挖3丈就收工，大家加把劲。然而在即将收工时，意外却出现。李正，这边有块巨石挡道了。李正，您赶紧想想办法，这么一大块巨石梗在这里，老天爷都没办法。李正，你快出个主意。还能有什么主意？回去洗洗睡吧，地里的庄稼该咋样就咋样。这块巨石影响了整个进程，一直用铲锹试着挖，结果挖出去了5丈远，绕道也不行，因为靠东面是石壁，靠西面正好是一片古树林。一个个的丧气什么？李正板着脸呵斥道：你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你们倒下了，家里还能靠谁？我们大河村还能靠谁？遇到了难题，那就想办法解决难题。大石头我们没办法，那边的树难道没办法吗？明天大家一起来砍树，花个3、5天的时间，我就不信不能把那边的路清出来。所有人都沉默下来，砍树起码得半个月的功夫，
半个月后，稻子怕是全都干死了。挖沟渠还有意义吗？李正叔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想起语文老师讲大禹治水的故事，挖沟引水，和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模一样。大山娘，你赶紧收！泥鳅爹、铁柱爹，你们把所有火把拿过来，放在大石头上烧红。你们几个赶紧去，按照大山娘吩咐的去做。大半个时辰后，一堆火把大石头被烧得通红一片，人站在边上都能被烤出一身汗。再派几人上去挑几桶水下来。这边迅速几人赶紧去挑水，不大一会就有人将水挑了过来。大家同时将水泼在石头上，然后迅速后退，有多远退多远。水浇在火上时，巨大的石头突然发出断裂的声音，竟然出现了4、5条裂缝。再来一次，再一次又一次的热胀冷缩着，巨石炸裂成一块一块小石。这条沟渠就这么通了。大家都回去休息，明天午时过后再来这里集合。第二天上午，吴慧娘在屋里收拾石花子，将灯笼拨开，把里头的籽取出来放在碗里。娘，这东西真的可以做点心吗？2斤灯笼能包出来半斤石花籽，这里一共大概能出5斤左右。把这些包好的籽用烧开晾凉的水泡一会。吴慧娘立马起身去烧水。这东西要浸泡久一点，后续做起来会更容易。赵大婶子会不会给我们鸡蛋？大伯娘肯定能会给的。要进去吗？我怕进去要鸡蛋被揍一顿。赵大婶子恶名在外，4个小家伙有些不敢进来。4蛋，去鸡窝里摸摸有几个蛋。娘，今天又有4个蛋。你们拿好，千万别掉地上摔破了。谢谢赵大婶，谢谢大伯娘。午后，李正带着一大群人继续挖沟，人群里也有张大刚。张无赖是全村唯一偷懒的人，没有参加挖沟渠的。没想到他这个儿子竟然主动来帮忙了。1天1夜，又半天过后，一条半米宽的沟渠从山间到了田间，纵横延伸到家家户户的稻田。真的有水，水来了，稻子有救了，不会有人饿死了。水流进沟渠边上的稻田里，那干裂的黄土地张开嘴，将所有的水尽数咽下。咋真的有水流下来？就是，还真是便宜大河村的人了。看到这里，几个桂花村的人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村口。必须得防着桂花村这帮小子，不能让他们破坏水沟。我觉得巡逻队这件事必须一直进行下去，保护山上的水，保护田地的稻子，保护家家户户的粮食。必须让全村人壮年劳动力都参加。大山娘，都是多亏了你，没有你，我这个糟老婆子今年就要遭罪了。大山娘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大山娘，我娘家有个哥哥死了婆娘，今年34，种田的一把好手。站在人群里的赵老太太神情复杂，老大媳妇虽然不咋行，但也是他们老赵家的人，要是真的改嫁了，就跟他们老赵家没啥关系了。你婆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肯定不会阻止你再嫁。我一个人挺好的，那啥，你们谁家有菜种能借点给我们家吗？我家有些白菜种子，回头分你一些。青菜你喜欢不喜欢就上我们家拿一点。话题成功被转移，陈弯弯松了一口气。然而不知什么时候，有一人走到了他身边。赵大嫂子，我家啥种子都有，你要不要去我家看看？看上啥全都拿走。陈弯弯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却又听到一声骂道：好你个狐狸精，当着我的面就敢勾搭我男人，大山爹才死1年，你就守不住了，咋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？陈弯弯他冷笑一声。赵富贵全身上下哪一点比得上大山爹？有大山爹长得俊俏吗？他值得我勾搭吗？富贵婆娘，他这种不要脸的东西，我们赵家人根本就瞧不上。你有这个功夫找大山娘的麻烦，还不如好好盯着自己男人，别放出来恶心人。赵富贵一张脸比沟里的水还青，转身就挤出人群。你个挨千刀的东西，这么多人看着就去找那个寡妇说话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就作践我，把我当什么？闭嘴！我的脸都被你个婆娘丢尽了。田埂上的人群渐渐散去，劳作了2天多的男人们回去休息，妇人们则挑水去屋前屋后灌溉，准备在菜园里种点什么。娘，我想请您帮点忙。赵老太太的警惕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。娘，我打算做点小生意。做生意那就要本钱，老大媳妇怕不是想借钱。去年蝗灾，今年旱灾，家里的钱全都换成了粮食，他手上只留了500文钱。娘，我这生意跟吃食有关，第一次做也不知道合不合胃口，想请娘试试味道。你说帮忙，就是让我给你试一试味道，不是让娘一个人试味道，还想让大山2叔、3叔、2婶、3婶都试一试，有什么意见只管提。那行，不知道是什么吃食，大概2个时辰后送过来。他说完，转身就回家，得趁天没黑把东西给做出来。陈弯弯坐在边上，望着搓洗好的石花子，苦思冥想，一点一点去回忆那次在新娘亲手制作冰粉的细节。我真是个傻子，有交易商城，商城里有书，买一本关于冰粉制作的书不就可以了吗？他点开商城搜索，果然有关于冰粉的食谱，8文钱就买到了一份食谱。他将食谱翻开，
原材料提示：制作冰粉需要添加石灰粉使其凝固，玉米粉、白面粉、红薯粉之类的也可以代替。陈弯弯找来吴慧娘一起制作冰粉，她打算先做2个味道：山楂冰粉和加糖的纯冰粉。糖是在商城买的红糖，山楂果这个季节正是山楂成熟的时候，几个儿子上山找来的山楂果。当陈弯弯拎着做好的冰粉躲到老赵家时，一大家子人都在院子里纳凉。大山娘，你可来了！赵老太太看向她手里的篮子，真做了吃食。前几日不是让孩子们帮忙摘了灯笼吗？就是用那东西做的，第一次做，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你们若是觉得不错，明儿我就拿去镇上看看有没有人买。他把篮子里的碗拿出来，一共8个碗摆放在桌子上。春花冬花，你们还杵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过去端碗，去晚了可就没有了。陈弯弯将一切尽收眼底，他没说什么。大旺，你跑得快，再拿几个碗去大伯娘家里盛几碗冰粉过来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赵老头盯着碗里滑腻腻的东西，有些迟疑。大山娘，你说这是冰粉？老婆子，我活了60年，见都没见过这东西，咋看着不像是能吃的东西？大嫂肯定不会，拿不能吃得过来，吃一口不就知道了。他端起碗，一口气喝了一半，顿时目瞪口呆。难怪叫冰粉，吃下去整个人都冰凉凉的。大嫂，这真的是用灯笼草做出来的吗？咋做的？大伯娘，好好喝，我没喝够，还有吗？赵老太太一记冷眼瞪过去，张口就要吃的，谁教你的规矩？这是你们大伯娘拿来卖钱的，一碗起码得要1文钱吧？这想吃就给钱。陈弯弯觉得这个老太太真可爱，无形之中就帮她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这冰粉我打算卖2文钱一碗，娘，您觉得可行吗？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没做过买卖，也教不了你啥子，自己慢慢摸索吧。行，先卖2文钱试试看，明早要去镇上，我就先回去忙活了。今天下午，桂花村的人去了大河村，桂花村的李正决定效仿大河村挖沟渠。然而，在确定挖沟人选时，出现了不小的争执。李正，我家的田距离大东山最近，照理说，我家是不是该少出一个劳动力？李正，谁都知道我家男人力气大，一个人能比得上别人家2个，我们家就出他一个人吧。都闭嘴！大东山是大河村的山头，距离我们桂花村更远。他们出400多个劳动力，我们至少得出600个，才能在3天之内把沟渠挖通。你们一个个的不想着出力，咋光惦记着偷懒？可我们家的田隔得近，确实不需要多出力啊。隔得远就要多出人，没有大人就孩子顶上，反正我们家不能吃亏。你个小可爱的是找打！桂花村的人乱成一锅粥，一晚上过去了，也没整出个章程来。天才蒙蒙亮，陈弯弯就从床上起来。昨天晚上和吴慧娘一共做出130碗，今天就先拿这些去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。今天只准备了130碗冰粉，去2个人就够了。不过可能得买点东西回来。大山3牛跟我一道去。娘，不是该我跟大哥一起去吗？因为我力气大，嘻嘻嘻。3牛力气大一点，买粮食什么的交给他背回来。3牛这孩子实诚憨厚，没老二这么多心眼子。我浑水摸鱼，从空间里拿点什么东西当买的，老大和老三大概率不会发现。大山娘这是干啥去？试着做了点吃食，拿到镇上看能不能卖出去。村里经常有人带东西去镇上卖，鸡蛋、干柴是最常见的。有些心灵手巧的妇人会绣手帕，也有些人做绿豆糕什么的，都是谋生的小营生，各家有各家的活法。刚走没多远，一个什么东西从路边的树上突然飞下来。这玩意儿去年来过一次，今年要是再来一次，大河村不，整个平安镇就全完了。达叔，不会的，李正爷爷说了，蝗虫飞走了就不会再来，这一点点剩下的可能是去年没来得及飞走的，不难对付。天上飞过的蝗虫，随便数了一下，就有接近上百只。他隐约记得上市热搜上有个扫黄鸭军，成千上百只鸡鸭进入稻田，将满天乱飞的蝗虫吃得干干净净。如果镇上能有小鸡仔卖就好了。3牛，你就在这里守东西。大山，你去那边的饭馆借2张桌子，2文钱借1张，超过2文钱就别借了。我去杂货铺买餐具。掌柜的，多少钱一个？35文。这也太贵了，买10个碗加上勺子，那岂不是要半两银子？有便宜一点的吗？这里一排最便宜，1文钱一个，随便选。这底下摆放的餐具全都是残次，不是破口了就是花色很丑。他摇摇头，转身走出店铺。陈弯弯绕到巷子里，将商城点开。他选了一套白瓷中号碗，一个碗2文钱，一共20文，再搭配10个勺子，一共也才30文钱。卖冰粉，清清凉凉的冰粉来，免费试吃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这东西咋从来没见过？看起来奇奇怪怪的。这位嫂子好，这是冰粉，最适合天气热的时候吃，吃一口那叫一个凉快。你这里没有冰块，咋能吃出凉快的感觉来？可以免费试吃，嫂子要是不信，那就尝一口，反正不要钱是吧？妇人尝了一口，几乎是冰粉一送进嘴里，他就感受到了凉意。
你刚刚说这东西叫什么来着？这叫冰粉，2文钱1大碗。要的话，我给您盛1碗，因您是第1位顾客，再给您加2块。我能带着碗走吗？明儿早上再给你带过来。我们就10个碗，怕是有些不够用。因为没法外带，这位妇人也不做久留，继续往前走去。这位婶子瞧着挺喜欢的，咋就不买呢？是不是嫌弃太贵了？不然娘降价卖1文钱1碗。我听饭馆的掌柜说，镇上王员外招工建粮仓，1天22文钱，还管1顿饭。我和3牛去干活，1天能有50文钱，您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我可以去扛大包给娘买肉吃。大山3牛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去王员外家门口碰碰运气。程弯弯在工地几米远处的地方将摊子摆开，卖冰粉，清清凉凉的冰粉嘞，免费试吃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一群汉子正在干活，听到有人在边上吆喝，是一个妇人带着2个毛头小子在卖东西。最适合大夏天吃的冰粉，免费试吃的一共有10份，来晚了可就没了。几个男人拿起碗就喝下去，那冰爽的感觉却从唇舌一直凉到了心间。1碗2文钱，几位小哥要吗？给我赶紧盛1碗。好嘞。那汉子迫不及待就喝了大半碗。这东西解暑，吃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大婶，你明儿还得再来。程弯弯一共在工地上卖了30碗冰粉，起码还有70、80碗冰粉，在这里肯定是卖不出去了，还得换地方。一共是64文钱，娘啊，一天咋能赚这么多？扛大包1天才20文钱，卖冰粉可以赚64文，我们家要变财主了。冰粉里加的红糖花了40文钱，这些瓷碗勺子花了30文钱，连成本都没赚回来，你们高兴个什么劲？赵大山和赵3牛的黑脸立马垮下来。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去下一个地方。娘，我吃包子就可以了。娘，我们回去吃就是了。惠娘肯定已经做了很多好吃的。让你们吃就吃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干活？等会还要继续卖冰粉，卖完了再回去。那香味一飘过来，赵3牛的口水瞬间就流出来。赶紧吃吧。赵大山和赵3牛埋头开始吃面。嫂子，你知道咱们平安镇上有学堂吗？咱们平安镇最大的学堂是德康学堂，一个老秀才开办的。不过老秀才年纪大了，现在好多人都把孩子送到隔壁河口镇去念书，在那边念书才有出息呢。程弯弯隐隐约约记起来，程昭似乎就在河口镇的学堂念书，叫什么南府书院。从这边去河口镇路程要多久？不远，走路半个时辰就到了。程弯弯谢过老板，他打算带着2个儿子前往河口镇。南府书院有食堂，这里的学生基本不会外出买这些吃食，大婶还是换个地方吧。谢谢提醒，来都来了，试试吧。卖冰粉，清清凉凉的冰粉嘞，便宜卖了呀，3文钱1碗。赵3牛抖了一下，之前不是卖2文的吗？咋换个地方就涨价了？承蒙各位不弃，愿与在下结为君子之交。在下囊中羞涩，请不起诸位喝酒，只能用这劳什子冰粉代替，还请各位不要嫌弃。兄台这是说哪里话？不敢叫兄台破费。一共是30个铜钱，3牛上10碗冰粉。旁边卖笔墨纸砚的摊贩目瞪口呆，这劳什子冰粉真有那么解暑？这清凉的口感竟丝毫不输于湖州的冰饮。本来还觉得衣衫汗湿黏腻，一口冰粉下去，顿觉暑气消散。1碗冰粉解热暑，2勺红糖可忘忧。这首打油诗甚好。书生随口一句打油诗，在南府书院蔓延开。不多时，又有不少学子闻风而来。我这里摆摊有许多年了，一天都卖出去1份，都谢天谢地了。可这大婶半个时辰全卖光。娘，为啥在这里要卖3文钱1碗？可能是因为那些书生看起来挺有钱。若是见书生有钱就开高价，这不是故意骗钱吗？我之所以提高1文钱，是因为这里是河口镇，我们是靠双脚把冰粉挑过来的，无形之中增加了劳动成本。赵大山和赵3牛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大山、3牛，你们2个去买花生、红糖，这是做冰粉的辅料。另外也去肉铺看看，30文钱能买多少是多少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们在这里会合。程弯弯在镇上逛了一圈，可算是看到卖小鸡仔的了，几十只鸡仔和小鸭子。大婶，买鸡仔嘛，6文钱1只。我们家这鸡仔个顶个的壮实，都是能生蛋的母鸡，长大了是公鸡拿来退钱。现在大河村不缺水，可以买小鸭子回去养起来。我要20只小鸭子。程弯弯选了20只精神不错的鸭子放进被子，小鸭子嘎嘎叫，他的心情莫名就愉悦起来。母子3人出了河口镇，半个时辰到平安镇，却没搭上牛车，前前后后走了快2个时辰，才终于看到了熟悉的大山。你俩先这边走，莫要声张，回去后等我。大山娘咋这么晚才回来？赵大嫂子，听说你今儿去镇上卖吃食了，生意咋样？是做了点吃食，好险总算是卖出去了，赚了几个铜板，给孩子们割了半斤多点肉，尝点荤腥。镇上的粮价涨起来之后，那肉价也是嗖嗖飞涨。我上回去问，25文钱1斤呢，贵得要死。 25文1斤的肉，大山娘都买得起，看来是真赚的不少。
给我们说说到底赚了多少钱？富人们天生八卦，一个个睁着大眼睛寻求答案。今天肉价35了，花30文才割了这么一点点，家里6口人，一人吃1口尝点味儿就算了，剩下的铜板就全拿来买鸭子了，这不是有水吗？养点鸭子，到时候卖鸭蛋，可比辛辛苦苦做吃食强多了。猪肉30文，20只鸭子起码100文钱，也就是说，大山娘忙活一天竟然赚了100多文钱。大山娘，你做的啥吃食？就前几天让孩子们帮忙采的灯笼草，看起来不费什么成本，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麻烦。主要是得放糖，糖有多贵大家都知道吧？1斤40、50文，一天就要买一大袋子糖，熬成水放进去，还得放花生。在场的富人满脸复杂，一碗没什么味道的水，放了红糖就能让人哈喇子直流。今天赊了杂货铺半斤红糖，明天还得继续卖吃食，把账给清了。山上的灯笼，草上的灯笼，我继续收，2文钱1斤，还请各位嫂子帮帮忙。这感情好，趁天色没有黑透，我带着大麦再上山搞点回来。我让我家小子也去摘点回来，要是有个7、8斤，大山娘不会不要了吧？当然要，这东西消耗大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原本在闲扯的妇人瞬间散了，生怕上山晚了被别人把灯笼草扯光了。他走进屋子，吴慧娘正在处理猪肉，赵大山和赵三牛在搓洗石花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每个人都有1包点心，慧娘也有，自己吃自己的。娘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不吃点心。你男人不吃，就都给你吃，不许剩。听说大嫂赚了不少钱呢，买了大半斤肉，还买了几10只小鸭子，没赚到钱敢这样花？买鸭子这是好事儿，养鸭子能生鸭蛋换铜板，老大媳妇这是真的要好好过日子了。孙氏的脸垮下来，老太太这心偏的可真够狠的。大嫂第一次做生意赚到钱买肉，没给孩子们买零嘴就算了，咋也不给爹娘送点肉过来尝尝呢？这话简直就是公然挑拨。老三媳妇，你要是闲得慌，就去屋后砍竹子回来，正好家里被篓坏了一个。大嫂一个人做吃食应该忙不过来，我明去帮帮大嫂吧。他一张口，赵老太太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。你眼皮子咋这么浅？有功夫惦记别人手里的铜板，还不如干好自己手上的活。我看你也是真的挺闲的，明儿地里的杂草你去拔一遍。孙氏的脸都绿了。天刚蒙蒙亮，孙氏就被老太太喊起来去拔草。站在田埂上看到赵家的牛车赶出村子，陈弯弯带着家里3个小子出农，孙氏心一横，朝村尾走去。孙氏走近里，一双眼睛四处乱看，先是默默数了一下有多少只小鸭子，皮笑肉不笑道：大山媳妇裁衣服呢？三婶咋来了？大山身上的衣服都是公公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，婆婆体贴，让我给大山做一件礼衬。孙氏看到角落里放着一被篓灯笼，这是昨春花冬花送来的灯笼吧？你说这事儿也奇怪，灯笼瞅着一点都不起眼，咋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冰粉呢？大山媳妇，你教教三婶呗。三婶，这事儿我也不清楚，婆婆没让我插手。是把这灯笼放在锅子里煮熟呢，还是晒干了碾成粉？这你总该晓得吧？吴慧娘继续摇头，一个字都不肯说。你要是能把冰粉的方子告诉我，我卖多少钱都分你一半。这钱分到你手上后，就是你自个的私房钱，跟你婆婆没任何关系。吴慧娘还是不说话。你咋这么蠢？就你这闷葫芦的性子，一棍子打不出个屁。全村人都知道你婆婆天天拿捏你，你婆婆现在会赚钱了，以后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，你就等着被搓磨吧。三婶让一让，我要扫地了，再让让。孙氏气得七窍生烟。有才媳妇，你在这干啥？村口有2个桂花村的后生过来，好像是你娘家的人。巡逻队看到2人身强力壮的，没敢放进来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姑，阿奶让我们来借粮食，桂花村地里的粮食全都干死了。阿奶说今年我们全家都得靠姑。孙氏头皮发麻，孙家上下快20口人，全靠他，他靠谁？大河村的粮食没干死，但也还在地里长着。我去哪里给你们借粮食？等地里的稻子收上来再说吧。他达叔50墨，城门口汇合，你可千万不要自个一个人先走了。没有牛车，他又得徒步走回家，这是一件要命的事。昨天晚上，陈弯弯和吴慧娘用2斤石花子，一共做了350碗有余。光是南府书院吃不下这么大的体量，他决定先带儿子们去码头上试一试。这啥玩意儿？吃起来咋跟冰块似的？不过比冰块更甜。这是冰粉，3文钱1碗。听到要3文钱，汉子有些迟疑。人家这东西应该是放了红糖，还冰凉凉的，吃起来特别爽。卖3文钱也不算太贵，赶紧给我盛1碗。这鬼天气，热死个人。三牛上1碗冰粉。汉子直接拿着碗灌下去，痛快的道：“这东西比吃冰块都解暑，要是变一点，我还真想再来1碗。”他的惊呼引来的其他人汉子的注意，小摊边上不一会儿就围满了人。
就照刚刚那个程序来，你们两个记住了吗？娘，我都晓得。娘，我们先去了。程弯弯带着赵三牛，就这么小半个时辰，竟然卖出去了100碗有余，进账300多文钱。东西收好，我们去找大山二狗。刚刚还有好多人想买冰粉，等他们搬完货，应该就过来了。这么早走干啥？这就叫做饥饿营销。当一件东西一直供应时，他们不觉得有什么，但当随时可能断货，下次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些人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，而我们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收工。西码头，一群汉子将小摊围住，赵大山和赵二狗忙得脚不沾地。我去帮大哥二哥。等一下，先看看他们俩是怎么做生意的。赵二狗负责接待顾客收钱，赵大山负责盛冰粉收拾餐具。给我来9碗冰粉。赵二狗一下子就抢住，客人等着给钱，他急得要命，张口就道：一共23文钱，大哥上9碗冰粉。好嘞，小伙子，你这咋算的？9碗冰粉是27，你咋少算了4文钱？赵二狗满脸懊恼之色，他竟然算错了，少赚了4文钱。他说是23，那就23文钱，我放这里了。我家这小子没读过书，不会算数，让各位见笑了。是他自己算错了，那就该他自己负责，咋说都不能让您再掏钱。大山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还不快盛9碗冰粉出来！这位大婶是个敞亮人，就这气度还愁做不成生意吗？边上各种赞誉的话，又引来了一帮人买冰粉，一桶冰粉很快就收光了。娘，我少算了4文钱。算账这事儿交给大山或者三牛，估计能少算40文。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别责怪自己，好好想想等会吃什么，肉包子还是面条或者馄饨。娘，你真的不怪我？如果你学过算术，还算成这样，那肯定是要罚的。不过你从来没接触过，算错了也正常。程弯弯宽慰道：放心，娘会教你的，别想这件事了。收拾一下去南府书院，卖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吃东西，今天赚了不少，你们想吃啥就吃啥。母子5人很快就到了南府书院，这会儿正是上午念书结束，学子们出来放风的时候，一句打油诗在南府书院流传甚广，还不到1刻钟，一桶冰粉就已经售光了。收拾东西，走，娘带你们去吃东西。刚从书院走出来的程昭皱眉看着远处越走越远的景，怎么好像是二姑和3位表弟？二姑带着表弟们来河口镇干什么？程昭思索时，几个同窗面上带着嗤笑。程兄台这是干什么去？去德和堂，可有兄台一同前往？你在德和堂抄书，我们可没这个雅兴。听说抄1本书才100文钱，你抄1本书要多久？若课业繁忙，需半月能抄1本。哈哈哈，也就是说半个月才能赚100文。100文连砚台都买不起，只能买最差的毛笔。程兄台家中如此清贫，还不如回去种田。程昭的面色依旧不变，他转身离开书院门口。大妹子一口气买4碗，算是我们店的大主顾了，送了点咸菜，你们尝一尝。小小一个碟子里装了一些咸菜，味道还不错。这位老板娘是个会做生意的，她这次送了咸菜，我们下次想吃馄饨的时候肯定会来他们家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卖冰粉也要给客人一种对方赚了的感觉，有得有失才是长久经商之道。赵二狗若有所思的点头。家中其他什么菜都没有，山上不缺野菜蘑菇，吃完馄饨我带你们去买点肉。程弯弯带着一群小子直奔肉铺，买了一条五花肉，一些猪内脏，还有猪骨头。猪肉2斤60文，猪骨头还算便宜，1斤10文。猪血是杀猪酱白送的。大山娘，你们出门后，大山媳妇一个人去地里拔草，在田埂上摔了一跤，幸好我家大麦看到了，把她扶起来，不然怕是得出事。谢谢你姐娘。当程弯弯回到家后，吴慧娘坐在凳子上歇歇，一看到她进来，吴慧娘立马站起身。你身子感觉怎么样？娘，我很好，没啥事。以后再发生这种事，不许一个人强撑。娘，是我太没用了，我没啥子能力，家里赚钱的事帮不上忙，还摔了一跤，让娘担心了。吴慧娘本来是想去地里拔草，可田埂上湿淋淋的，她一脚没踩踏实，就摔地上了。幸好大麦经过。谁说你帮不上忙？每天晚上准备冰粉，你没帮忙吗？家中每顿饭不是你做的吗？收拾院子、洗衣服，哪一样不是你干的？我们白天去镇上卖冰粉，你还挖了这么多野菜，要是你倒下了，这些活就没人做了，家里也会乱成一锅粥。慧娘，以后不许看轻自己。吴慧娘红着眼眶，直到此时婆婆问起，她才感觉自己的小腹一直隐隐作疼。不多时，郑郎中就来了。脉象有些不稳，不算严重，我开一些安胎药即可。不过安胎药不便宜，大山娘若是确定要，就让4担跟我回去配药。自然是要的，郑郎中只管开价。出诊费是3文钱，安胎药1包5文钱。大山媳妇这个情况至少得吃3天，1天3顿，一共是9包安胎药，加起来48文钱。
娘，我感觉身体已经好多了，不需要安胎药。你说了不算。陈弯弯转身去隔壁屋取铜板，今日赚来的铜板都锁在柜子里。谁说大山娘虐待儿媳来着？以后谁说这话，我呸谁一脸。大山娘这是赚到钱了吧？你们闻闻，灶房里有肉香味呢。这年头还能吃肉，可见赚了不少。我刚刚偷偷看了一眼，是大骨头炖玉笋，大骨头不算贵，10文钱能买一大根。10文钱咱们也不是买不起，家里都有玉笋，回头也炖一锅汤。哎呦，我记起来了，昨我家丫头送了2斤灯笼草过来，大山娘还欠我们家4文钱。大山媳妇请了郎中，大山娘不会没钱付给我们了吧？说起来，前几天的鸡蛋，大山娘都还没给我们呢。各位嫂子婶子，稍微等一会，我现在就给大家把账结清。吴慧娘身体没事，她心里的大石头落下来。泥鳅娘4文钱2个鸡蛋，铁柱娘2文钱1个鸡蛋。陈弯弯的记忆力很好，跟这些人记得分毫不差。赵大嫂子，这灯笼还收吗？自然是收，还是老价钱，2文钱1斤。山上灯笼一大把，只要摘到手就是钱，这些钱都是白得的。大嫂，1斤才给2文钱，是不是太少了？他算过了，大嫂这2天回来之后买了不少东西，粗略估摸着一天至少能赚200文钱。冬花还那么小，一听说大伯母需要灯笼草，立马就上山去寻摸，寻摸了1天才得了4文钱。大嫂是不是酌情再加点价？冬花确实是小了点，还有小麦胡子都太小了，为了几文钱上山确实不值当。这事儿是我没思虑清楚，以后摘灯笼的事儿我就交给我们家2狗3牛，还有大旺2旺，就不劳烦大家了。一听这话，在场所有妇人的眼睛都瞪圆。赵大嫂子，我觉得2文钱这个价格很公道，就让我们家孩子继续帮忙摘灯笼吧。大山娘，2狗3牛天天要去镇上卖东西，哪有时间上山？总不能让俩孩子大半夜去山上吧？有才媳妇嫌弃2文钱少，我们可不嫌弃。就是，我什么时候嫌弃2文钱少了？冬花年纪太小，要是在山上真出了什么事，我负责不起。以后冬花送来的灯笼我不收，春花送来的总行吧。村中的妇人又说了几句，随后陆陆续续就散了。慧娘，你吃点清淡的，先填填肚子。馄饨这么好的东西，给娘吃吧，我不吃。你身体底子太差，孩子险些保不住，必须得多吃东西，不想吃也得逼迫自己吃下去。我们在镇上都吃过了，大嫂你快吃吧。赶紧吃吧，等会再让大山给你盛点骨头汤。谢谢娘。大山，等会娘吃完，你也到里屋吃饭。知道了，娘。赵老太太坐在门口扎干草，也听到路过的人讲述新鲜事和八卦。看到孙氏回来，开口就骂：好你个孙氏，那是你亲大嫂，你不帮着你大嫂压价就算了，竟然还想着提价，眼皮子浅的小可爱，老三咋娶了你这么个媳妇进门？是亲大嫂又怎样？赚来的钱又不会分给我1文。赵老太太看他这样更来气，不行，我得过去叮嘱几句。当赵老太太就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看到了饭桌上的饭菜，差点的心梗晕过去。你个败家娘们，你是啥官老爷的娘子吗？一顿3、4斤大米饭，镇上王员外家也没这么糟践钱的。赵老太太气得破口大骂，家里3个小子还等着娶媳妇，赚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今天吃白米饭，明天喝西北风去是吧？谁能知道吃饭的时候老太太突然闯进来，这都是很久之前买的，一直藏着舍不得吃。娘，您吃过没？坐下一起吃吧，锅里还有点饭。知道你赚了点钱，但钱不是这么花的，年成不好，后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2狗岁数在这里，顶多半年就要娶媳妇，家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不得攒钱给2狗盖个土坯房子啊。我听王媒婆说，近来娶媳妇的聘金都涨到了半两银子。阿奶，我娶媳妇的事还早。老太太的目光落在吴慧娘有些苍白的脸上，板着脸道：你怀着身子就好好待在家里，别到处乱走，看个病就花了4、50文钱，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听阿奶的，实在要下地做啥子，你喊夏花过来帮忙，咋就非要自己去田里瞎折腾？我需要儿子们去镇上帮忙，最重要的是想开拓儿子们的眼界，挖掘儿子们的经商或者其他能力，总不能一直是自己冲在最前面。娘，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儿？你想干啥？老大媳妇还想麻烦啥事儿？不会想让老屋那边包大山媳妇1顿50吧？算了，看在大山媳妇肚子里怀着老赵家血脉的份上，让吃1顿也没什么。事先说好，老屋的50可没啥大白米肥猪肉，就杂粮饼子和窝窝头，爱吃不吃。我是想让娘在老屋安排个人来我们家负责鸡鸭的吃食，挖点野菜啥的就行了，就负责中午1顿，晚上的等4蛋回来了自己弄。不管是谁来负责这个事儿，都给2文钱。都是一家人，提啥钱？话一说完，他老人家又想到一个事儿，这钱不能留在老大媳妇手上，那就2文钱吧。我回去问问看谁愿意干这个活儿。吴慧娘张了张唇，
想说点什么，就被程弯弯瞪了一眼。从今天开始，除了你们大嫂，所有人轮流洗碗。娘，真的不必了，洗碗不费事的，交给我就成了。先前是没有条件，如今既然已经赚了一点钱，就该好好养胎。就从大山先开始吧，一个个轮流。还有，以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不能啥事都交给你们大嫂，都记住了吗？在这个家，程弯弯的话就是圣旨，儿子们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。第二日，程弯弯早早起来，母子4人直奔河口镇。上午的码头非常热闹，因冰粉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，今日售卖格外顺利，不到半个时辰，2桶冰粉就售光了。母子4人转到前往南府书院。你们想进南府书院吗？书院应该不让外面的人进去卖东西吧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想进南府书院读书吗？赵三罗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我问了边上那位大叔，南府书院1个月的束修是2两银子，还要买笔墨纸砚，一整套最便宜的都得至少1两银子，我们家读不起。只要你们想读书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问题是，你们想读吗？他很早就想把孩子送来念书了，但一直没机会。如今手上也算是有点钱了。南府书院只收童生，你这几个儿子应该还不认识字吧？只能送去蒙学。可是村里没有私塾，离最近的学堂在程家村，打死都不会把孩子送那边去，那就只能送到平安镇的私塾，到时候还得去问问是啥情况。到了正午，南府书院铃声响起，程弯弯只得暂时将这件事抛到脑后。学子们站在摊子前吃冰粉，时不时议论一些课堂上的见闻。天不降雨，河口镇方圆千里内的农田怕是颗粒无收，不知朝廷会有何措施？这月考试先生大概会以此命题，我们可以提前思考1、2。听说隔壁平安镇下的一个村子发现了水源，从山上挖沟去引水，拯救了上千亩的稻田。还有这等奇事？程弯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都传到隔壁河口镇来了，看来干旱确实严重，且受灾面积极广。娘，我看到程表哥了，那边中间的是不是？果然是二姑，不过二姑怎么在书院门口卖冰粉？程昭很喜欢二姑，他的学费大多是二姑出的，二姑对他比几个表弟还要好。2碗冰粉6文钱，慢慢吃，不着急。程弯弯接待完了面前的顾客之后，目光才落在后头程昭的身上。这是原生娘家的大侄子，最疼的就是这个侄子，因为程昭会念书。哟，程兄台竟然也有余钱来吃冰粉，你抄一本书半个月才100文，3文钱1碗的冰粉是你吃得起的吗？程昭在程家村是众人围捧的对象，没想到在书院竟然遭人排挤，却见这小子只是静静的道：“这是我亲二姑，我吃冰粉不需要钱。”赵大山默默地注视着，没有任何动作。这个大表哥太讨人厌了，要什么东西都理直气壮。程弯弯的嘴角抽了抽，还以为他是以前的亲二姑呢。昭儿，二姑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，你不说给二姑撑撑场子，咋能让二姑免费给你吃冰粉呢？程昭一脸错愕，他好像听说二姑和家里闹翻了，所以二姑以后都不疼他了吗？程兄台，你是读书人，君子可不会做这等不符合礼教之事。君子谋道不谋食，你这行为可配不上君子2字。被同窗嗤笑贫穷，他并不会放在心上，因为程家本就贫困。二姑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当然可以，大山还不快给你表哥盛1碗冰粉？程昭今年也是18岁，比赵大山略长2个月，两人虽然同龄，但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二姑，我爹确实是过分了一些，不该对二姑动手，我代替我爹向二姑道歉。但二姑姓程，和我们程家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不该生分至此。一听这话，程弯弯都气笑了。什么叫做生分至此？不生分的意思就是我家的冰粉随便你吃，赚到的钱全部供你读书是吗？二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程昭，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疼你的，你心里有数。但10天前我被你爹砸破脑袋，要是再重一点点，我伤的那么重，我的好侄儿竟然都没来看我一眼。我一直在书院念书，前几日才知道此事。行了，你不必跟我解释，我和程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也没必要喊我二姑。你这样有出息的读书人，我们赵家也高攀不起。二姑，我不许喊我娘二姑。你再继续说，可能马上就要成为南府书院的笑话了。程昭一回头，就见不少同窗好奇地看向这边，而且慢慢围拢。二姑不认我没关系，我认二姑就够了。我先进书院了，改日再登门赔罪。卖完冰粉，程弯弯正准备带孩子们去吃点东西时，一个30出头的男人站在了他面前。这2天河口镇人人口口相传的冰粉，可是出自这位嫂子之手。程弯弯看向面前的人，这人身上穿的不是土布，腰间挂着玉佩，看着像是商人。今日冰粉已售空，明日早点来吧。我不是来买冰粉的，不知这冰粉的方子，大神可愿意卖给我？他开始卖冰粉都没几天，赚到的钱也没多少，把方子卖出去就是断自己的财路，而且他也有另外的打算。这是祖传下来的方子，祖上交代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恕不能售卖。我可以出这么多。他伸出5根手指头，表示5两银子。抱歉，方子真的不能卖。这位大嫂若是过几日后悔想卖，价格可就没这么高了。
那若是真有这一天，掌柜仅可以压价。见他油盐不进，掌柜甩袖就走了。娘，我咋觉得这个掌柜会整点啥破事出来？要是这掌柜请几个人来惹事找麻烦，以后再想扩大冰粉生意就有点难，必须扩大市场，提高销量，否则夏天一过去，这生意就没法做了。陈弯弯的目光落在了南府书院4个大字上，迈步朝书院大门口走出。大爷，尝尝。守门的老头警惕地看着他。你要干啥子？大爷，我是想让您帮忙牵个线，我想和南府书院食堂管事的说几句话。只要大爷能帮忙把食堂管事的叫出来，我给您2文钱辛苦费。守门的大爷将冰粉接过去，他一口气喝了小半碗，舒服地眯上眼睛。难怪书院的学子们人人称颂，原来这冰粉确实能解暑，一口喝下去，浑身通畅，不怪一碗要3文钱。守门大爷喝完冰粉，这才起身去喊人。食堂的管事姓陈，叫陈鹤，长得圆圆胖胖的，脸上油乎乎的，一看就是在厨房干活的。我就说这2天大中午的食堂咋没什么人来，原来都是你在搞鬼。上辈子做生意的时候，不知道遭遇过多少冷脸，冷脸恶语并不算什么。陈掌柜，你别瞧这冰粉有一大碗，实际上吃下去并不顶饱。那些学子来我这儿买了冰粉，还不是照样去食堂用餐。大热天的，闷在屋子里看书写字，学子们哪里受得了？这东西啊，就是用来解暑的。陈掌柜，来尝尝，这碗就当是嫂子请你的。陈掌柜将碗接过去，才尝了一小口，就愣住了。陈掌柜，你说这东西要是放在食堂里售卖，能卖出去吗？陈掌柜心头一动，试探性开口道：“这位大嫂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供货，陈掌柜卖货，如何？我在南府书院门口售卖了2、3日，也算了一笔账。3文钱的冰粉不是人人都吃得起，南府书院一天至少可以卖出去200碗冰粉，也就是进账600元。陈掌柜就是做生意的，他自然能算通这笔账。我从大嫂这里拿货，价格几何？这冰粉做起来实属不易，耗费的原料极多，每卖出去1碗，我就只能赚到半文钱。这生意做起来很累，不然我也不会想到和陈掌柜合作。这样吧，陈掌柜在我这里拿货，进价2文钱1碗，以及红糖、山楂、花生这些辅料，陈掌柜需自己负责，如何？”陈鹤心里的算盘已经敲响了，进价2文，售价3文，一天卖200碗，他进账是200文，扣除一些必要成本，他一天光是卖冰粉，进账就是至少160文。那什么时候开始供货？明天上午，我儿子来送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如何？陈鹤用力点头，一桩合作生意算是谈下来了。娘，我们自己卖就行了，辛苦点也没事，我一个人也能支个摊子。相当于是免费送钱给那个陈掌柜。陈弯弯笑起来，做生意合作才能扩大市场，而且自己也能更轻松。我们家中一天能收至少20多斤灯笼，谁能告诉我包完后是多少斤子？娘，差不多是6斤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这3桶冰粉一共用了多少斤冰粉子？我知道，2斤多一点点。若是将一天6斤冰粉子全部做成冰粉，那就是9桶。光是凭我们能全部卖出去吗？有时候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，这叫合作共赢，大家都能赚钱，明白吗？我好像是明白了。如果以这种方式售卖冰粉，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全家人出动来镇上摆摊子了。陈弯弯带着儿子们往街上走，河口镇大小酒楼饭馆有7、8家。他刚走到醉仙楼门口，就看到了之前要买他方子的那个掌柜。这才1个时辰都不到，这位大嫂就后悔了。5两银子是不可能给他的，顶多3两。杨掌柜正在思索着怎么压价时，就见陈弯弯脚步一顿，转身就走向醉仙楼对面的酒楼——吉祥酒楼。这位大嫂不会是想把方子卖给吉祥酒楼的掌柜吧？掌柜的，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冰粉？冰粉当然听说过，3、5日前开始在河口镇兴起。掌柜的，可以试试看，若是觉得行，那我们来谈谈合作卖冰粉的事；若不行，那我只好去找对面醉仙楼的杨掌柜。一听这话，周掌柜的眼睛顿时瞪圆了。醉仙楼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巨山，他这辈子的目标就是超越醉仙楼。冰粉方子8两银子，成不成？见陈弯弯面露难色，周掌柜加价：10两银子如何？10两不行，那12两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了。周掌柜，不如我们换个思路。陈弯弯将自己的想法一一给周掌柜讲述，不需他要花资买方子，也不需要专门制作冰粉，陈弯弯提供冰粉，掌柜每天只需准备红糖和花生山楂等物，就能直接在酒楼出售冰粉，售价5文钱。吉祥酒楼一天的客流量大概是30桌，加起来能有100人左右。一天若是能卖出100碗冰粉，净盈利能有200多文钱，1个月就是好几两银子，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不过有一点我提前说清楚，这冰粉不是专供你吉祥酒楼这一家，只要愿意与我合作，我都是2文钱1碗供货。赵大嫂子，条件你尽管开，我家的冰粉量大，吉祥酒楼一家吃不下，我已经和南府书院的陈掌柜达成了合作。周掌柜叹气，吉祥酒楼一天只有这么多人，体量确实小了点，
他哪有资格让人家只给他一家供货？从吉祥酒楼出来，陈弯弯定下脚步，看向身边几个儿子。我刚刚和周掌柜怎么谈的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娘，能不能让我试试和醉仙楼的掌柜谈一谈？二狗，你要是谈成了这桩生意，娘给你2文钱随便花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朝醉仙楼走去。河口镇的市场差不多就这么大，接下来我们去平安镇看看。从平安镇出来，陈弯弯在2个镇子上共售出600碗冰粉，河口镇500碗，平安镇是100碗，这样算下来，一天净赚1两。他达叔，我想跟你谈个事情。啥事儿？从明开始，我让二狗、三牛2个人来镇上送货，每天卯时就得走，先去河口镇，大概还得去一趟平安镇，5时就能回来。你看看这样跑一趟得多少铜板？2个人一来一回4文钱就行了。这赵达真是不会做生意。这2天他们家几口人加上木头，就把牛车占得满满当当。他从来没提出来加钱。他达叔，你可能没听懂，我的意思是，卯时到5时之间这段时间，这辆牛车只能坐我们家的人，其他人若是要去镇上，就只能去坐村里另外一辆牛车。赵达是个老实人，也是赵家本姓同族人，信得过，但其他人他信不过。就10文钱吧。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陈弯弯母子刚到村口，就见有户人家正在修补屋顶，4家的屋顶也有个洞，幸好干旱没下雨。等有钱了，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。从明开始，我一天攒一点土坯，攒够了就可以起房子。我和大哥一起打土坯。孙水琴之所以不愿意跟他，就是因为家里没地方住，他不能让2个弟弟落入跟他一样的境地。我也要跟大哥一起打土坯。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，陈弯弯回过头，就见身后竟然有一辆马车疾驰而来。大河村的李正意气风发的从马车上跳下来。呵，李正不得了哩！县令大人竟然派人亲自送你回来。咱们大河村的李正就是有本事，能让县令大人另眼相看。我能让县令大人瞧他眼，也是因为咱们大河村的心和力气往一处使。前几日从山上挖沟引水的事，不知咋的就传到了县令大人耳朵里。今日叫我过去，就是问这个事儿。李正叔，县令大人咋会专程问起挖沟渠的事？是不是有啥安排？平安镇下有36个村，每个村都干旱。县令大人想将挖沟渠推广开，问我是否可行。大东山上有水，又不代表其他山上也有水。离我们最近的桂花村都没得法子，更远的村更没法子。李正没说话，盯着陈弯弯。你们把东西带回去收拾干净，我等会回来。如今大旱，除了大河村，其他村落会颗粒无收，到时候大河村就成了众矢之的。众矢之的是啥？陈弯弯一阵无语，现在是不耻下问的时候吗？众矢之的就是所有人攻击眼红的对象。县令大人推广挖沟渠之事，这是件好事。如今还有半个月丰收，早一天引水入田，庄稼就能早一天起死回生，多多少少能收获一些粮食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个村都能找到水源，找水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就是想问问大山娘，山上的水你是咋找到的？县令大人说，希望大河村能派些人去帮忙，一是帮忙找水源，二是帮忙规划挖掘路线，三则挖沟渠也需要人帮忙。陈弯弯话锋转了一下。这几日村里没有异样，村里的巡逻队似乎松懈了一些。李正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提这件事。田里有水之后，稻子长出来，杂草也多了，还生出来很多虫。不仅要拔草除虫，还得施肥，施肥多，稻子才长得饱满。地里忙，巡逻的事情大家确实没那么上心了。李正叔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觉得巡逻队之事一天都不能懈怠，要成立专门的巡逻队，并发放工钱。村里哪有余钱养巡逻队？村里的收入就是出售荒田那点钱，赡养一些绝户，早就花了个干干净净。这次挖沟渠就是个机会，大河村给县令大人解决燃眉之急，县令大人是不是该给点资金？能申请下来多少银子，就全靠李正叔的本事了。这笔钱就能当做是养巡逻队的初始资金。经过陈弯弯一说，他想通了，上赶着帮忙叫讨好发家。若是县令大人需要时他再去，就是雪中送炭。大山娘说的对，大河村越来越好，容易遭人眼红，巡逻队的事不能松懈。大河村已经有成功的案例，县令大人的投资是100%会收到回报，只要李正稍微提一下，县令大人很大概率不会拒绝。和李正聊完之后，陈弯弯转道回家。陈弯弯走进屋子，看到吴慧娘坐在桌子边上正在摘菜，看到婆婆进来，吴慧娘条件反射一样就要起身。你去休息去，今晚我来做饭。娘，我今天身子好多了，站一会儿肯定没问题。行了，别逞强，再出点事，家里可没钱给你请郎中，等你好了，多的是做饭的机会。总不能让还在吃药的人做饭，他做不来搓磨媳妇的事儿。娘，我拿高一点的凳子坐在灶前，让四蛋帮忙看着灶里的火，没啥问题的。等2天后你安胎药吃完，做饭的事再交给你。陈弯弯扔下这句话，就去了隔壁灶房。去你阿奶那边借4个木桶、2个木盆过来，还有拿2文钱去给你夏花姐。
赵四蛋揣着2文钱，飞快地奔向赵家老屋。四蛋，你咋来了？啥子事跑这么急？脑门一头汗。我娘说把夏花姐的工钱结了。2文钱，赵老太太拿了1文，剩下1文给夏花。夏花接过钱，转头就给了他娘文氏。夏花，这1文钱娘给你攒下来当嫁妆，明儿你可要给你大伯娘多挖点野菜杂草喂鸡鸭。娘，我晓得。看到这一幕，孙氏有些眼红。虽然只有1文钱，但那也是钱。大嫂还真是大方，想来真的赚了不少钱，不像我们天天地里刨食也赚不到1文钱。我都明里暗里敲打多少次了，这仨儿媳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四蛋，是不是还有啥事？娘说让我来借4个木桶，2个木盆。大旺二旺，帮四蛋把木桶木盆拿过去。娘，等会晚上孩子爹还要去挑水，木桶借出去了咋挑水？赵老太太还没说话，赵有才就道：刚刚不是挑了4桶水回来吗？缸里的水都是满的，咋地？不够你用？孙氏气得咬牙。虽然赵四蛋没明说，但他也能猜到大嫂借木桶干啥。你个瓜婆娘，一天天的不知道在想啥子。有这功夫，赶紧给我编一双草鞋，天天鞋子都没得穿。孙氏气得心肝疼，他男人在这么多人面前就不给他脸，不就是因为他没生儿子吗？老三，你去山上砍一棵杉树回来。早年间，赵老头子学过木匠，做木桶木盆对他来说难度不大。赵三哥这是去哪？张氏20出头，村里另一个寡妇。去山上砍棵树。赵三哥，我白日砍了些柴堆在山上，你也知道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没那么大力气把干柴拖下山，赵三哥能帮忙吗？他说着，朝赵有才靠过来。天都快黑了，我没这个闲工夫给你拖干柴，明儿个再说吧。哼，不解风情的臭男人，自己都表现这么明显了，竟然走掉了。他拎着竹篮继续走。张婶，你在干啥？我上山弄了点灯笼，差不多2斤的样子，你娘收不收？陈弯弯从屋子里走出来，看着篮子里的灯笼，确实是有2斤，取出4文钱拿出来，递到张氏手上。赵大嫂子，我家的日子你也知道，我家没有男人，孩子全靠我一个人拉扯长大，我比你还年轻几岁，瞧着倒像是比你年长。大嫂子，你做的这吃食生意能不能也带我，让我帮忙打下手就行了，一天给个3、5文都行。张氏和原生一样，都是村子里的寡妇，不过原生在村子里名声极差，这张寡妇就不一样了，和谁都处得来。一天3、5文，还不如多摘点灯笼，2斤灯笼就4文呢。来我这里打下手图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谋个营生吗？他和这张寡妇根本就没怎么打过交道。陈弯弯不冷不热的拒绝了。张氏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气得咬牙。哼，不就是一点吃食吗？不就是赚了那么点钱吗？真以为自己要成财主了？刚迈出几步，角落里一只手就将他拽到了大树上。他看过去，是赵富贵。拉拉扯扯的干啥？天都没黑透，被人看到了成啥样子？你这娘们装啥子装？最开始不是你勾搭我的，上山还是随便找个地？给钱，不然不干。赵富贵从裤腰带里摸出1文钱，然后拽着张氏进了野地里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陈弯弯带着孩子们还在忙。大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陈弯弯放下手里火走过去，借着火光看去，顿时吓了一跳。娘，我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赵大山的手掌全都泡白了，因为用力过猛，手心的表皮被搓开。大哥，你去干别的活，这事就交给我，我皮厚经得住。大山和三牛面前的盆子里各有半斤，正在搓洗。若是这些活做不完，明天就无法准时送货。大山，你来过滤冰粉，冰粉里一点黑色的东西都不能有，你仔细一点。陈弯弯的手放进石花子水盆里，刚开始还觉得清凉，但揉着揉着，手心就开始有些轻微的疼蔓延。这里太热了，我进里屋去搓洗。娘，还是我来吧，这事儿我都做习惯了。不用，你就过滤冰粉。他点开商城，塑胶手套一双只需要5文钱，戴着手套洗这种东西，手应该不会受伤。清晨，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最是凉快。赵夏花坐在院子里做鸡鸭吃的野菜。夏花，够了够了，再喂鸡鸭都要撑死了。大伯娘，这一半是剁碎了留着鸡鸭下午吃，我一会就搞完了。夏花真是个时尚的孩子，这孩子这么早起床，竟然挖了2顿的野菜回来。大伯娘，野菜都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急着走干什么？先吃早饭，然后把今天的工钱结了。赵夏花连忙摇头。大伯娘，我真的不能要，我拿钱就够了，饼子留给大山哥他们吃吧。陈弯弯动作强势，夏花最终只好接了一个饼子拿在手上。谢谢大伯娘。吃完饭后，赵二狗和赵三牛去送货，路上要小心，不要跟人起冲突。送货后一定要当面点清铜板，多了少了都必须说出来。知道了，娘。知道了，娘。俗语会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。陈弯弯的这颗心还是无法定下来。
大河村的主干道上缓缓出现了一辆马车，正是昨天见过的那辆。草民见过县令大人，起来吧，先带本官去看看你们村挖出来的沟渠。草民这就带大人上山，去看水源出事处。听了大山娘的建议之后，他决定推迟到下午去。谁能想到县令大人和主簿竟然亲自来了。上山的路不算崎岖，但确实有点距离，还没走多远，县令就累得气喘吁吁。县令大人，不如找几个汉子把您抬上去。听到这话，李正脑壳疼。村里汉子是有，但没有轿子，用什么抬？门板吗？还有多久到水源处？差不多1盏茶的时间。隐藏这么深的水源，究竟是怎么找到的？前阵子县衙也找了些擅长看风水地形的人去查看，却什么都查看不到。这里湿气很重，草木旺盛，树木的叶子很绿很大，脚下的泥土湿润。按照这些环境地貌去勘测，应该也能发现水源。你看20米之外，那边也是草木旺盛，但水源不是在那边。靠这个方法只能确定大概区域，却无法精准定位。我们没那么多时间，一点点慢慢试。师爷和县令同时看向李正。这事儿是我们村一个后生无意之中发现的，不如县令大人和我一起去他家中问问。于是李正又带着县令和师爷下山。大山娘，这是县令大人，这是袁师爷。民妇见过县令大人，见过袁师爷。大山娘，县令大人这次来是想问问山上的水源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？是我二儿子无意发现的，这事儿3言2语也说不清。不过我们家老二太忙了，现在去镇上送货，下午回来还得下地，估摸着晚上才有时间。县令大人可能要等一会子。放肆！县令大人有请，就算是爹老子嘎了，都必须接受县令大人的派遣。李正吓了一大跳，本能的就挡在了陈弯弯面前。县令大人袁师爷有所不知，天逢大旱，久不降雨，地里的活计半晌耽搁不得。村里刚会走路的孩子都会帮着干农活，确实不是故意怠慢县令大人。这里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你这脾气可以收一收了。是，县令大人说的是。陈弯弯给了李正一个眼神，示意昨天那些话现在可以说了。李正立马打结，嘴巴张了又开，开了又合，愣是说不出一个字。我家老二是个野小子，对大东山很是熟悉，找水源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但其他村子附近的山，我家老二从没去过，要找水源怕是得费不少功夫，一天找不到，第2天还得去，家里这么多亩田可咋整？李正的胆子大了一些，一唱一和道：这没事，大山娘找村里人帮着料理田里的事就成了。请人干1天活，不得给工钱啊！我们家一穷200，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。若你家小子真能发现其他水源，这是大功德一件，本官会好好嘉奖一番。嘉奖一般就是口头夸赞几句，这东西不痛不痒。从发现水源到挖沟渠引水入田，这不是单个人就能解决的事。正是农忙之时，谁家里都是一堆农活等着料理。因惦记着家中事，谁能全心全意投入帮别的村寻找水源呢？总不能别的村找到了水，而自家的稻田因没人伺候长满了杂草和虫子，到时收获亩产都比不上别家。县令大人的差遣竟还敢懈怠？民妇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距离秋收不远了，谁愿意丢下家中的活计给别人忙活？李正吓得满头大汗，大山娘胆子也太大了，咋敢在县令面前说这些？这次大旱，周边所有镇子下的村落都干旱，只有我们平安镇发现了水源，这是做政绩的大好时机。政绩做出来，在知府大人面前露个脸，过几年考核时，自己这位置或许能再往上升一升。大河村所有帮忙找水源挖沟渠的人，1天奖赏100个铜钱。我的个乖乖，1天100文，这是去哪都找不到的好差事。县令大人真大方。县令大人，民妇不是这个意思，为县令大人办事怎能要工钱呢？要是一处水源都没找到，这钱拿着烫手。县令他已经瞧明白了，这是嫌100文太少了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若是发现一处水源，县令大人就给嘉奖；若是无法为县令大人解忧，我们也没资格拿银钱。这法子如何？35个村落，3天内必须全部走一趟，如此下来，3日都不得成年。县令点头开口，找到一处水源，奖赏2两银子。2两银子。我的个乖乖啊！大山娘咋就把县令大人给说服了？正说着，门口一辆牛车停下来。民妇这2个儿子去镇上回来了，民妇让他们进屋洗漱一下，出来见过县令大人。这2小子送货回来，怎么一脸菜色？难不成是出什么事了？出啥事了？娘，是银子。2人此去河口镇和平安镇十分顺利，白花花的雪年，2个小子从未见过。瞧这俩孩子累成什么样，走路都走不稳，这个家是真的穷。县令大人，您瞧瞧，一家6口人在破破烂烂的土坯房里挤着，可怜呐。县令大人仔细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找到一处水源，奖赏3两。什么？3两银子？要是真的能发现水源，粮食能收上来，县里也能多收税。一个村收上来的粮食换成银子，何止是3两？草民方才没看到县令大人，还请大人降罪。
县令大人摆摆手，没当回事。他看向李正，不是说4、5个人吗？叫上一起走，可能3、4日内都不能回来。李正赶紧去叫人。李正，咋地了？县令大人咋去大山娘家了？发生啥事了？县令大人找人帮忙办事，1天100文。王守臣、赵有贵、赵安香，你们赶紧随我来。1天100文，村子里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。给县令大人办事啊，咋不叫我家男人？我家男人力气大，也跟着一起去吧。当初拔沟渠，你们又没第一个响应，干活的时候还怨天尤人，我可不敢带着，老老实实在村里巡逻，谁干得好，以后再有这种好事，我第一个想到他。午时，日上正中，陈弯弯在灶房里做午餐，吴慧娘坐在凳子上控制灶里的火。我去喊大山4蛋回来吃饭。这2天忙着做生意，地里的活儿都疏忽了。大山，先穿上鞋回去吃饭。赵大山头上戴着编织的草帽，踩在水田的淤泥里，正弯腰在稻田里拔草。娘，这亩田的草拔完了就回去。等会太阳没这么大了再来，赶紧回去洗手吃饭。我去叫4蛋。他顺着田埂继续往里走。4蛋，饭做好了，我们一起把鸭子赶回去。4蛋，看好鸭子，别把我家稻子给糟蹋了。婶子，我家鸭子不吃稻子，它们吃虫子。我家稻田里咋有蝗虫？哪来的蝗虫？好几天前我就发现村子里有蝗虫，不过数量不多，所以我买了点小鸭子回来守稻田。王婶子想到了去年的事，上千亩的稻子全被吃了个干干净净。大山娘，小鸭子你在哪里买的？多少钱一只？我也去买点回来放田里养着。平安镇没看到有卖鸭子的，河口镇才有。我明儿要去一趟河口镇，要是看到了就给你带回来。王婶子千恩万谢。午餐过后，陈弯弯带了点早上留下来的冰粉，朝赵家老屋走去。春花，拿一碗给你娘端过去。夏花，等下你把碗都洗干净，给你大伯娘放回篮子里。吩咐完后，老太太看向陈弯弯，老大媳妇，这卖钱的东西你以后就别送过来了。12碗冰粉就是24文钱，给我们喝了不是白糟蹋吗？赵老太太有点肉疼。娘，不拿点吃食过来，我咋好意思开口让老2、老3帮忙？大嫂，你有啥子事，吩咐一声，我立马办好。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子？这冰粉做起来很是麻烦，主要是伤手。大山的手伤到了，我不敢让他再做，只好来请老2、老3帮忙。具体做啥，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。在后屋洗衣服的孙氏听到陈弯弯的话，伤手的活凭啥让我男人做？大嫂心疼自己儿子，我也心疼自己男人。夏花，你明儿不需要再去给鸡鸭挖野菜了，不过大伯娘有另外的事让你帮忙，明儿你吃了早饭再过去。我都听大伯娘的。陈弯弯交代完了事情，准备回去忙活做冰粉。老大媳妇，你过来看看，木桶做这么高，能行不？他一进门就看到老头子在捣弄一棵树，没想到竟然是在做木桶。爹，跟家里的木桶做一样高就好，到时我给爹付工钱。这木桶做好后，你带到镇上去，花点钱找木匠师傅刷一层油，能用个10几年，给大山2狗他们兄弟几个传下去。这是我们老赵家的东西，要你的工钱干啥？这逻辑，陈弯弯无力反驳。老太太偏心就算了，老头子竟然也这么偏心。娘，水缸的水快见底了，家里也没留个木桶，咋去挑水？这意思就是要去把水桶要回来。阿奶，这水桶我们家还得用，这几天我来给阿奶挑水。你这孩子咋一头汗？二旺，你去倒碗水出来。他说着看了孙氏一眼。老2、老3，这活儿有点伤手，可能会脱皮，你们要想清楚了再做。干庄稼活也不是没脱过皮，都是小事。这工钱是咋算的？赵有银愣住，他们不是来帮忙的吗？咋还扯到工钱上去了？俗话说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就算是大山爹还活着，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干活。这活不比摘灯笼，伤手是其次，还得小心控制力道。要是把这些籽全都搓碎了，后面过滤会很麻烦。每洗半斤5文钱，最多洗1斤。赵有银和赵有才脸上都是不可置信，洗半斤竟然给5文钱。不过我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在我这里做了啥，看到了啥，回去都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你们也知道，做吃食生意最是忌讳方子传出去被人模仿，到时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就算老太太问起来，我也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就算我家婆娘抓着我耳朵问，我也烂进肚子里。事情谈妥之后，两人开始坐下来搓洗冰粉。第一次干这种事，两人都很小心。赵有银和赵有才手里各揣着10个铜板，回到家的时候还像是做梦一样。这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？赵有银将怀里的10个铜板拿出来。娘，大嫂给的工钱。活挺简单的，大嫂也太大方了，竟然给10文钱。简单啥？你瞅瞅这双手，厚厚的茧子都泡白了，再多做几天，一双手都得废掉，10文钱买药都不够。那行，老三，明儿你就别去你大嫂那边了，我寻摸个靠得住的人替你去。娘，我就是随口抱怨几句，
不是真的怨大嫂给少了。砍柴有时候还砍到手上，干这些活可没10文钱的工钱。帮你们大嫂做事也不能耽误地里的活计，休息一会就赶紧下地。这会子天没那么热了，干活也舒服一点。大嫂让你干啥子去了？手泡成这样，是洗啥东西？大嫂交代过了，不许说。孙氏暗道，大嫂这是生怕被他把方子给学走了呀。大嫂，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忙，这包灯笼也需要不少功夫，不如我来帮你包子吧，工钱大嫂看着给就行了。包10斤灯笼给1文钱。好好好。被答应下来，他又后悔了。10斤灯笼那得大半天的时间，才给1文钱，他这相当于是白干活。只要能来大嫂家里待个1、2天，自己肯定能偷学到咋做冰粉，到时候自己做了拿去卖。他这心思，陈弯弯又如何看不明白？我们家院子窄，他三婶可能要在老屋那边包好了送过来。孙氏的脸瞬间绿了。1文钱让自己干活，还不许我留在这边偷师，这大嫂真可恶。我打算让他二婶帮我收灯笼，灯笼收好后就放在老屋，麻烦他三婶帮忙包出来。不过10斤才给1文钱，确实是太少了，2斤给1文工钱如何？这种惊喜感让孙氏有些合不拢嘴。包灯笼也挺赚钱的，这活不难，坐着躺着都能干，还能让冬花一起做。大嫂一天估摸着能收20、30斤，全部包完就是10到15文钱。陈弯弯的嘴角勾起一抹深意，他和孙氏一起去老宅那边交代文氏收灯笼的事。他连工钱多少都没问，直接就应下来了。上午下地拔草施肥，下午基本上都在家中做些琐事，收灯笼这点小事顺手就做了。那我就一天给2文钱，成不？你是啥大财主吗？给这个工钱，又给那个工钱，多少钱都不够你这么造。娘，我咋会让自己亏本？放心，亏不了。他也想通了，与其藏着掖着，还不如请人帮忙，大家一起赚钱，谁也没工夫算计谁。你们干活收钱，这是你们自个的事，家里的杂事也得做。老三媳妇，该你去烧水了。赵二狗不在家，陈弯弯和赵三牛去镇上送货。送完货还不到50，他带着赵三牛去逛一圈，街上果然有卖鸡鸭的，还是上次那个男人。我家的小鸡小鸭便宜卖了，8文钱一只，随便挑随便选，公的不要钱。这次的鸡鸭价格贵了1分。鸭子我全要了，小鸡要20只，你给个实在价。这次的小鸡小鸭多养了几天，不然哪能这么壮实？这几天他们吃的粮食我得算钱吧，一只8文钱真的很便宜了。不过大嫂是老顾客，我也想做回头生意，7文钱一只，成不？这样吧，要是买到了公鸡鸭，不需要你退钱，6文钱一只。太贵的话，我买不起，家里自个都没粮食吃，还养啥子鸡鸭？看得出来，大嫂是真心想要，那就6文钱一只全部带走吧，小鸡也都带走，挑剩下几只别人也不会要，是不？两人一来一回，就把价格给敲定了，50只鸭子，39只鸡仔。陈弯弯带着赵三牛在德和堂里走了一圈，最便宜的是3字经50文钱。这本一手毛笔字真漂亮，一看就知道是苦练过的，苍劲有力，江深色浓，笔锋似能力透纸背。这位大嫂真是好眼光，这本绣的学子抄录，除了正文，抄书后还有该学子对3字经的见解，很适合正在启蒙的孩子。最末尾还有落款，是程昭2字。第一次买书，买的竟是程昭抄写的书，这到底是啥子孽缘？程昭是个好学生，家中清贫，从不抱怨，全靠自己抄书挣钱。听书院的山长说，明年院试，他极有可能考中秀才。程家的大表哥会读书，所以娘喜欢大表哥。程弯弯没说什么，他付了钱，带着书走出德和堂。大山娘，原来你在家呀！今儿买了50只鸭子回来，6文钱一只，泥鳅娘要多少只自己挑。铁柱，你过来，大伯娘问你一件事儿。赵铁柱慢吞吞地走过去。铁柱，你是个识字的孩子，那你读过3字经吗？3字经我知道，以前掌柜的儿子读书，天天在店里背，我学会了一点。陈弯弯满意的点头。那你读给我听听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。最开始赵铁柱还读得很顺利，到了后面碰到了不认识的字，顿时就卡住了。铁柱，你真厉害，我们大河村还真没人能把3字经读下来。其实很简单的。那我跟你商量个事情，你每天来教我一句，我给你1个鸡蛋。大伯娘不能骗我啊！我骗你干啥？今天就先给你1个鸡蛋，你教我前面2句。第一句是人之初。说完了这一句，拔腿就跑，随便说一句就挣1个鸡蛋，真的太划算了。这小子不讲武德，人之初，性本善才是一句，坑了自己半个鸡蛋。明天必须让这小子多教1句。娘，铁柱哥跑了，我还没学会啊。我记住了，来，我教你们。赵铁柱背着野菜回家，将兜里的鸡蛋小心翼翼拿出来。哪来的鸡蛋？莫不是在别人家鸡窝里偷的吧？
阿奶，我才不偷东西呢，是四蛋娘给我的。四蛋娘说以后我教她读一句三字经，就给我一个鸡蛋，我一共会30多句，可以得30多个鸡蛋。大山娘啥时候这么重视读书了，竟然还给鸡蛋让你教？程家村那边有私塾，程家不是有个侄子读出来了吗？大山娘估计是想跟娘家那边的人较劲吧。这有啥子必要哦？程家那小子都成童生了，4、10岁才开始念书，哪追得上人家？大山娘以前光补贴娘家，这回为了怄气，又跟娘家较起劲来，这不是平白浪费鸡蛋吗？鸡蛋给我吃，能叫浪费吗？李正老班愣了一下，不叫。不过啊，你才教1句就得1个鸡蛋，这不行，你得多教2句，不然大山娘回过未来知道自己吃亏了，就不会再让你教了。还有你呀，想法子让人教你多会几句，这事儿也能长久一点。等阿爷回来了，让阿爷带我去镇上，我找方平哥去，让他教我背。主要还是咱们村没有出个读书人，也没人牵头创私塾，咱们大河村要读书太难了。都知道读书重要，但谁都供不起孩子念书。大山娘也就是跟娘家怄气，这阵气性过了，读书的事也就不会再提了。天黑下来，屋子里4个孩子轮流背人之初，只有赵四蛋学得最带劲，赵大山和赵三牛一脸苦瓜相，吴慧娘尽力跟上节奏。天杀的黄鼠狼，把我家鸭子咬死了2只！泥鳅，别追了，你2条腿追得上它4条腿吗？娘，我就在院子里打地铺，一定要活捉黄鼠狼烤了吃。黄鼠狼跑得快，你捉得住才有鬼了。看来得养1只狗，不然家里的鸡鸭全都会被黄鼠狼给偷光。泥鳅娘，知道谁家有狗崽子吗？确实该养1条狗，夜里有什么情况可以防贼。明一早我回娘家问问。这事儿算是交给了王婶子。这3天送货，陈弯弯手上过名录的现银有3两。等吃冰粉的季节过去，赚来的钱应该够把山脚下的那块荒地买下来。我是凤凰镇悦来酒楼的徐掌柜，不知大婶这边还能匀1点冰粉出来吗？不知徐掌柜1日需要多少？谁能想到，短短2天过去，冰粉竟成了大多酒楼的标配。悦来酒楼虽不是凤凰镇最大的酒楼，但生意也还行，一天应该能售出100碗。若是陈弯弯没找到人帮忙搓洗冰粉，这单生意他还真不敢接。凤凰镇的最仙楼就有冰粉，以前悦来酒楼的老客户为了吃1口冰粉，全都跑到醉仙楼去了。行，凤凰镇的悦来酒楼一天100碗，2文钱1碗。明早我带儿子去送货。徐掌柜连忙从衣袖里掏出20个铜板递过去，这是定金，此事就这么说定了。陈弯弯多看了徐掌柜2眼，提前交定金是一种契约精神，也表示这位徐掌柜信任他。娘，这是王婶子送来的小狗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黑陈布。小黑听起来太弱了，叫大黑吧。这只狗应该是有1个月大了，但很瘦。既然到了自己家，那以后就是家庭中的一员，我们吃什么，以后大黑就吃什么。大山娘，你咋来了？我也不知道1只狗崽子要几个铜板，给2个鸡蛋成不？狗崽子不值钱，这狗崽子身上没肉，2只狗就是白捡的，哪能要你家鸡蛋？我家准备吃饭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走走走。俗话说人穷志短，王婶子虽穷，却从不贪别人一口吃的。5时末，赵有银和赵友才过来搓洗冰粉，有吴慧娘在边上盯着。陈弯弯打算去山上走一趟。上山的路上，他身后跟着小狗仔。陈弯弯往另一边的深山走去，他还从来没到过这边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茯苓。茯苓，这是一种常用药材，野生的非常不好找，不过有商城提示。丁，天然野生茯苓37斤，价值1480文钱，是否售卖？是。陈弯弯有些感叹，有商城，赚钱就是快。大黑。陈弯弯顺着声音走过去，他看到大黑对着一个小狗很凶的大吼。这深山里怎么会有刚生下来的狗呢？该不会是谁家养不起入山里了吧？小狗的前腿被捕手夹住，一直在运行。他小心翼翼地去抢，小狗躺在地上完全动弹不得。以后就叫你小黑吧，一个大黑，一个小黑，以后我们家的鸡鸭就靠你们2个守护了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回去还要过滤冰粉。陈弯弯收拾一下，打道回府。赵嫂子的家可真是叫我好找，总算是找着了。今日的冰粉早上就已经送到了，不知郑掌柜这会过来所为何事？半个时辰前，县令大人带着几10个衙役，还有10几个汉子，突然光顾我们儒家酒楼，一开口就点了冰粉。冰粉是一大早上送去的，中午就卖的差不多了，哪有剩下的留给县令大人？可县令大人治民要，我没办法，只得亲自来一趟。不知赵嫂子家中可还有剩余？县令大人回平安镇了。听他们议论，似乎是找到啥子水源了，田里的稻子大概是有救了，这是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
那郑掌柜略等一会，我进去拿冰粉。大山娘，刚刚那位是儒家酒楼的郑掌柜吧？我还以为大山娘做的是小本买卖，原来是跟郑掌柜这样的大人物做生意。大山娘不得了啊，难怪有钱买这么多鸡鸭养着。这些妇人羡慕至极。有啥钱？为了一点亏本的买卖，地里的活都没人做了。老大媳妇，我看你这生意也不用做了，瞅瞅你家稻田里杂草快1人高。大嫂，昨收的24斤灯笼都包出来了，你算算多少钱？陈弯弯付给他12文钱。原来大山娘是收灯笼里的子啊！我家俩丫头一天到晚没事干，我干脆让他们包好了再送过来，咋样？就是，大山娘，我家也能包好了再送来，成不？孙氏差点给气死，他是为了算计大嫂，哪能让这些人跟自己抢活干？这活是我的，都不许抢。有才媳妇，你这话就不中听了。大家都有手，咋能是你一个人的活呢？你一双手也搞不赢是不是？大山娘的生意这么好，人家郑掌柜都亲自来拿货了，你动作太慢，万一断货了咋办？你大嫂做点生意不容易，可不能被你耽搁。你一个人忙死忙活也供不上，其他人搭把手，这生意才能长久做下去。灯笼2文钱1斤，包好的灯笼子10文钱1斤，不管是什么，都送去老屋那边清算。人群中，一双眼睛极度地盯着陈弯弯，是村里的寡妇张氏。我摘了点野菜，送点给你家去吧。嫂子在家吗？我婆娘带孩子上山去了。这话的意味非常明显。今儿可是你主动的，我可没钱。你也知道我是寡妇，身边没个男人，今天就算便宜你了。你个小狐狸，我来了。我咋感觉你看上大山娘了？别他娘的乱扯，她都快是老婆子了，老子又不是美女人。富贵哥，你要是真喜欢大山娘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们第一回好上的时候，不就是你骗我去小树林吗？生米煮成熟饭之后，大山娘自然就是你的人了。来强的有啥意思？老子要让她心甘情愿。张氏气得咬住牙，当初这个王八蛋怎么就没让他心甘情愿跟他呢？咦，院子门怎么是开的？门外突然传来富贵婶的声音，张氏吓得一个机灵，从床上爬起来，飞快推开门，从后门拔腿就跑。赵富贵，他早上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床铺乱成一团，还有些难以忍受的气味。早就知道你不安分，没想到竟把女人带回家。天天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，就你这副德性，谁受得了？我在外面偷人也是被你逼的，你瞅瞅自己这样子，又老又丑还黑，谁下得去嘴？再敢吵，老子把你休回娘家！说完，他摔门而出。都是那个寡妇，可恶的寡妇，死了男人还不消停。张氏躲在不远处的草里，手上拿着一条黑色的底裤，竟然是赵富贵的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。富贵婶，你干啥？你说这是啥？别跟我装蒜，这是男人的底裤。你一个寡妇，哪来的男人？真是会装啊！装啥贞洁烈妇？还说啥给大山爹守一辈子寡，真他娘的不要脸！青天白日的就去我家勾男人。赵三牛听到有人骂他娘，像小牛犊子一样冲了出去，用力一推，富贵婶一个趔趄摔倒在地。富贵婶，这到底咋回事？你说大山娘偷人，总得拿出证据吧？大山娘看着不像是会偷人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咋能搞错？这是我男人的底裤，在他院子里发现的，不是他还能有谁？他咋能背着我跟赵成氏搞在一起，还在我家的床上搞？天杀的狗男女，一道雷劈死他们算了。富贵婶骂着大哭起来，无数道谴责的目光扫向陈弯弯。凭一条底裤就认定是我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这东西在我家靠外面的院墙下，一看就是被人扔进来的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千方百计栽赃我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你是寡妇，你没有男人，除了你还会有谁惦记别人家男人？村里可不是只有我一个寡妇，那边张寡妇也在呢。照富贵婶这个说法，张氏也有可能。张氏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。泥鳅娘可别瞎攀扯，我今儿下午一直在山上挖野菜。富贵婶可没说过是下午碰到狗男女在床上勾搭。反正不是我和富贵哥不熟。不熟还喊富贵哥，你又不是赵富贵的妹子。你个瓜婆娘吃饱了，一天到晚没事干，闹啥子闹？跟我回家去！张大刚不知什么时候挤了进来。我有一回看到富贵叔和张寡妇钻野林子。富贵婶惨叫一声，朝张氏扑了过去，一根银簪突然从张氏腰包里掉出来。这是成亲时候赵富贵送给我的，半年前就不见了，我找了很久，没想到被赵富贵送给了外面的甜头。张寡妇不敢再多留，生怕被抓烂脸，从地上爬起来就跑掉了。大山娘，对不住了，是我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你惹了大麻烦。
闹了一出富贵婶精疲力尽，默默的回家了。臭婆娘，是你把我底裤扔大山娘家里的是吧？要是没有底裤，他咬死了不承认。我的名声全被你败光了，我不管，你必须要对我负责。从今儿开始我就赖上你了，反正你跟你婆娘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发生了这事，她肯定会天天跟你闹，你休了她，娶我，难不成我还比不上你家恶婆娘？我婆娘虽然不咋地，但好歹给我生了几个孩子，里里外外的事也都是我婆娘在做。我是疯了才会娶个懒婆娘回家，就算要娶懒婆娘，也得娶个有钱的婆娘，比如说大山的娘。村里人都说大山娘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连镇上的如家酒楼郑掌柜都亲自来拿货。我每天就负责把人和货送到，哪晓得赚了几多。我说富贵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惦记女人的钱干啥？有这闲工夫，把你家田里的杂草拔了，别啥事都交给你家婆娘。赵富贵打听大山娘的事，赵达漫不经心地回答道：赵富贵，今夜轮到你巡逻了，别又找借口偷懒。赵富贵哪有心思巡逻，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，立马转身去交接。夜色越来越沉，这会子只有2个人巡逻，一个是赵富贵，另一个是外星人。我去尿个尿，别等我了。赵富贵这个混不吝，就喜欢偷懒，还跟村里的寡妇勾搭不清。吴慧娘身怀有孕，孕妇夜晚起夜次数很多，一个黑影突然窜进来。娘，有贼！赵富贵手里的刀架在陈弯弯的脖子上，在窗外月光的反射下，透出一丝冰冷的光。你们几个小子最好乖乖滚出去，不然我一个个收拾。他们几个人加起来，未必不是赵富贵的对手，他不愿意让儿子们受没必要的伤。大山、三牛、四蛋，你们都先出去。娘，我要保护你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。赵三牛怒目瞪着赵富贵，就算是死，他也不许任何人伤他娘一根手指头。谁说我要欺负你们娘了？我是让你们娘享受一下久别的滋味。闭嘴！这种下流的言论，简直是玷污孩子们纯净的心灵。乖，都听娘的话，去外面等着。赵大山一下就看出来赵富贵想干啥，他恨不得拿菜刀把赵富贵给剁了。三牛、四蛋，过来！赵三牛看了一眼陈弯弯，又看了一眼自家大哥，捏着拳头走出去了。等出了屋子，他们才注意到吴慧娘倒在地上。三牛，快去烧水！赵三牛也快吓死了。还想占老娘的便宜，真当我没有准备？防狼神器在手，电不死你。赵三牛破门而入，就见地上赵富贵瘫倒在地，身体不断抽搐。三牛用绳子把他绑起来。娘，不好了，大嫂一直在流血，快去找郑郎中，快点！大山，你去倒一碗热水来。慧娘，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娘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，一定要保住孩子。陈弯弯心里有种极强的不祥预感。郑郎中搭了一下脉，面色突变，脉象不稳，孩子大概是保不住了，先吃药，保住大人再说吧。不，保孩子，不要孩子。你都快死了，孩子又如何保得住？好好养身子，以后多的是机会要孩子。他缓和了一下语气。郑郎中，麻烦您赶紧开药吧。郑郎中也知道这事情拖延不可，让赵四蛋跟过去拿药。三牛拖着赵富贵跟我走。来到大河村最热闹的地方，大槐树下，陈弯弯让三牛把赵富贵绑在大树上，他甚至还用膝盖用力顶了一下赵富贵，狠狠顶了好几下。三牛，你回去拿铲锹，围着大槐树挖一圈坑，挖好了你就回去。陈弯弯将电线埋在坑里，这些电线都被他包掉了外头的绝缘体，然后连接上远处的太阳能电板，放在不远处的草垛子上。天微微亮，赵大山就起来了，一脸憔悴，一看就没睡着。你和三牛去送货，我留在家里照顾慧娘，家里有我，别惦记。要不要买点啥回来？如果有卖鱼的，就买一条，甭管多贵，都买。对孕妇来说，鱼汤比鸡汤更滋补。赵达的牛车从村那边过来，一脸惊奇。我刚刚来，咋看到赵富贵被绑在大槐树下头？这咋回事？出啥事了？赵大山和赵三牛一声不吭。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，因为赵富贵被绑在大槐树下，引来无数人围观。不是，这咋回事？赵富贵昨儿跟寡妇偷人，不会是被自己婆娘绑树上的吧？没看出来富贵婶还有这么大魄力，叫我说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就该这么教训一顿。
富贵婶搞这么一出，你以为赵富贵能放过他呀？我看他们这日子也过到头了。赵富贵被绑了一夜，当耳边传来人声时，他睁开了眼睛。赵成式，你个死娘们，你对老子干了啥？你个臭烂货，看老子怎么弄死你！边上的村民嗅到了八卦的意，纷纷询问：这跟大山娘有啥子关系？赵富贵，你跟张寡妇的事还没扯清楚，咋又攀扯别人？是我让儿子把赵富贵绑在树上的。所有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。昨夜赵富贵偷偷摸进我家院子偷东西，推倒了身怀有孕的大山媳妇。我大儿媳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我们孤儿寡母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。好在大山爹显灵，他在天之灵一直在保护我们孤儿寡母。大山媳妇啥时候好起来，赵富贵啥时候才能离开这棵大槐树？少在这里说些不着调的话。我儿子要是真做了啥，你去报官啊，看官老爷会不会把我儿子抓起来。这时代伤人不是什么大错，村里天天扯皮打架，也没见谁报官。有大山爹在天之灵保佑，赵富贵休想离开这棵大槐树一步。赵富贵的娘还真不信这个邪了，还不就冲过去，就感觉酥麻的触感从脚底板穿上来，他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上。老头子，你还呆愣着干啥子？还不快去给富贵松绑！赵富贵的爹走过去，和赵富贵娘一样的老两口瘫倒在地，眼中终于浮现出了恐惧。赵有京真的显灵了。有京本来就是咱村里最出挑的，没想到死了都小的还护着婆娘孩子。人群中，赵老太太眼眶都红了，最疼的就是大儿子，他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无数个夜里都会哭着醒来。臭不要脸的肮脏东西，家里有婆娘还不够，偏要勾搭村里的寡妇。张氏的男人是个怂包，我家老大可是上阵杀敌过的，你再敢欺负他们孤儿寡母，我家老大变成厉鬼弄死你！老嫂子，你别骂了，我家富贵已经受到教训了。大山媳妇出啥事了？带我去看看。难怪老大会显灵，看这样子，大山的孩子保不住了。这可是大房的大孙子，就这么没了。大山爹在天上怕是快气死了。一走进屋子，看到吴慧娘煞白着一张脸。不要怕花钱，钱没了还能赚，人没了就啥都没了。我这里还有些钱，你拿去镇上请个医术高的郎中回来把脉。他从裤腰带里取出一个布包，这里头放着100个铜钱。郑郎中说，就算是镇上的郎中来，也没啥法子，只能慢慢养着，运气好能保住孩子，保不住也正常，只要大人没事，一切都好说。也是，大山媳妇还年轻，等身子调理好了，再生一个就是了。陈弯弯点头，将赵老太太送了出去。赵老太太刚走，一个身影就出现在了院子门口，是富贵婶。赵富贵伤了大山媳妇，照理说这医药费该我们家来出，但我家只有这些铜板了。陈弯弯这次没有拒绝，她将铜板接过来清点，里头是几十个铜板。这里一共是67文钱，不过惠娘看病吃药花了130文，你们还欠63文。富贵婶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转身就走了。看着她的身影，陈弯弯心情有点复杂。富贵婶从陈弯弯家离开，走到村中间，要经过大槐树。你过来给我松绑，快点！你做的恶心事跟我有啥子关系？臭婆娘，你要翻天了是不是？就算赵有金还活着，老子都不怕，别说他已经死了。赵富贵一直在挣扎，草绳慢慢的松了。你有本事就站着别动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他一脚踩在外围的土地上，一股酥麻的电流自下而上。你不是不怕赵有金吗？你给他下跪干啥？陈弯弯没学过医，不敢乱给吴慧娘用的。她从商城里买了一个胎心仪，好险，孩子的心跳在正常范围内，也就是说孩子没事，应该是母体太虚弱了，所以一直昏迷未醒。陈弯弯将胎心仪收起来，然后思考找什么适合吴慧娘目前情况的保胎药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你还1个月都不到，是个小宝宝呢。也不能怪小黑，小黑出生到现在10天都没有。陈弯弯迅速的看书，如一块干瘪的海绵，吸收着源源不断的水分。终于，他确定了用药。娘，镇上没有卖鱼的，不过我买回来一只乳鸽，乳鸽比鸡鸭还贵，60文钱。大山，你先把鸽子宰了，把毛洗干净，我来炖鸽子汤。娘，今儿我们去镇上，听人说县令大人找到了10几处水源，二哥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陈弯弯松了一口气，这几天一直没有二狗的消息，他着实是有点担心。娘，鸡汤和鸽子汤哪个更补身体？对你大嫂来说，鱼汤最补，鲫鱼汤、鲈鱼汤都是保胎安胎的圣品。那我去山上的泉水那边捉鱼回来。娘，是不是大嫂喝完就好了？这孩子太纯善了，想让大嫂快点好起来。咱们稻田里有水，你可以在稻田里找找看，不过你得先把院子里的干草、柴火放灶房里码整齐。陈弯弯然后飞快下地，偷偷的往自家稻田里放了2个大粪桶。做完这些，他这才回到院子。
四蛋，赶紧去找鱼吧，抓到了鱼，然后把鸭子赶回来。赵四蛋点头，往稻田里冲。鱼，好大的鱼！猛地扑身压过去，整个人扑进了稻田的水里。嘿嘿，看你还怎么跑！中午，赵老太太她老人家手里拿着一碗鹿血，来到陈弯弯家里。咱村里的赵猎户昨晚上猎到了一只鹿，这事他一般不声张的。不过听说大山媳妇出了事，特意放了一碗鹿血送到我们家。这不，我赶紧给你送来了，放在锅子里热一下，给惠娘灌下去，补身体。话还没说完，老太太一回头，就见赵四蛋拎着2条鱼。四蛋，你哪来的鱼？这么大的鱼哪来的？现在河里也没水啊。阿奶，我在稻田里抓到了2条鱼，还是活的。娘，赶紧给大嫂炖汤吧。这2条鱼可以留着下午一条，明天再一条。稻田里的水引进去还不到10天，咋可能长出这么大的鱼呢？赵老太太猛点头，就是这个理儿啊！一条小鱼仔至少得3、4个月才能长这么大。应该是大山爹显灵了，我们这一家子过得不好，大山爹去天上了，都还惦记着我们孤儿寡母。这2条鱼他应该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放在我们家稻田里的吧？大山爹给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，希望惠娘肚子里的孩子能平安生下来。赵老太太的眼睛顿时就红了。有金一直是个实诚的孩子，打仗的俸禄1分不少全部寄回来交给家里，现在人都死了，还惦记着家里。我这个儿子一心都是别人，从来不为自己想一想。看来以后发生任何违背常理的事，都能推到赵有金身上去。娘，这碗鹿血您带回去和爹吃了吧，惠娘这边有鱼汤就够了。主要是鹿血性热，急躁，孕妇碰不得，喝了会出大事。我跟你爹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，还喝这干啥？你留着等惠娘明儿喝，多放点盐进去，坏不了。他老人家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吃过午饭，赵大山和赵三牛没有下地，而是在院子里打土坯。这次赵富贵前进来做坏事，让他们深深意识到自家没有院墙，只有矮矮的篱笆挡。娘，我抓到了好多蝗虫，小鸡仔们可以吃饱喽。咋这么多蝗虫？地里有蝗虫太正常了，只要不是成群结队飞过来，都不是啥大事。赵四蛋没心没肺拿着蝗虫去喂鸡。太阳渐渐偏西时，吴惠娘醒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儿，主要是你自己身体太虚了，差一点保不住孩子。放宽心，好好养胎。娘，谢谢娘。都是一家人，说啥子谢谢？我去给你炖鱼汤。第2天清晨，陈弯弯是被王婶子喊醒的。大山娘，快别睡了，赶紧起来，出事了。我错了，赵有金，我错了。有金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给你磕头，别过来，不要杀我。赵富贵的娘坐在大槐树圈外，不停地抹眼泪。赵有金显灵，赵富贵这次怕是要死了。他敢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就该想到这一层。谁能想到赵有金真的显灵了咧？还别说，真的有点吓人，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。我的儿啊，你小时候就喜欢偷鸡摸狗，当时我觉得你还小，不懂事，没咋管，哪能想到会造成如今的大祸？是我错了，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你。陈弯弯扫了一眼赵富贵那张脸惨白，可能是吓到发烧了。我跟大山爹说了一下，大山爹同意让一个人进去照顾一下赵富贵。让我进去，我儿子就算是死也得死在我怀里。您年纪大了，不行。张氏也在人群里，他也是听人说赵富贵出事了。赵富贵要是死了，村里不会再有人愿意沾惹他。就让张寡妇进去照顾吧，她不是很稀罕赵富贵吗？人家有婆娘了还往上凑。张寡妇，你也算是赵富贵的女人，她都这样了，你不得进去看看啊？张寡妇吓得脸色蓦然发白。我跟她啥事都没有，凭啥让我照顾她？我要回去干活了。她要是进去，肯定会被吓死。我来吧。富贵婶从人群中走出来，陈弯弯切断了电源。等富贵婶走进去之后，再次将电流接通。要是赵有金这次放过我，以后我跟你好好过日子。赵富贵发烧了，娘，你去郑郎中那儿开一副退烧药，熬好了送过来。李正回来了，赵安江、王永成、赵有贵、赵二狗都回来了，都去大槐树下集合，我有事要说。李正老伴走过来低声道：你走的这几天，村里发生了一点破事，我跟你仔细说一说。说的自然是赵富贵的破事。不要脸的肮脏东西，要不是他姓赵，我非得把他赶出大河村。干出这样的事，简直是给赵家人丢脸。他这次要是捡回来一条命，赵家族谱也留不得他。一边是人群聚集，另一边是赵富贵躺在地上。这次我们参与寻找水源，共找到了12处水源，帮助30多个村子引水灌溉，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稻田，算是立了大功。县令大人奖赏我们村共50两白银，50两银子。我活了50、60年，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李正要发财了，要成为咱们村的大财主了。这钱不是我的，是属于我们大河村的。细算起来，这钱应该是属于大山娘他们一家人。
从今天开始，大河村建立正式巡逻队，我会选出10个之前表现好的人当巡逻队队长，10人每个月出3天工，1天18文钱。每名队长下面会安排12个队员。在场所有人再度震惊，巡逻自己村里还有钱哦。李正真是大好人，这不是白给村里人发钱吗？哪里是白发钱？之前表现好的才能成为队长，有钱拿。我家不争气的儿子最开始还卖力巡逻，后来每次轮到他就请假，这样的好事肯定跟他没啥子关系。李正，我儿子长得粗大，让他当队长呗。你儿子就巡逻了1次，那次还从小孩子手上抢走了野果，等他啥时候懂事了，再让他进来。现在我点名的10个人就是巡逻队的队长。被念到名字的人满脸都不可置信，他们就是那种老实干活的人，别人偷懒，他们干活。就你们10个，之前巡逻队表现很不错，接下来继续加油。你们自己选择12个队员，以后每个月我会检查巡逻情况，表现最好的前3名，全组每人奖励1文钱。10个人都高兴坏了，其中就有赵三牛。每次巡逻陈弯弯都是派赵三牛出工，1个月出3天工，1天18文，1个月就是看着他这傻样，陈弯弯有些失笑。你赶紧想想选哪10个人当队员吧，娘只提醒你一个，你年纪算是最小的，不要选赵家那些长辈。我都听娘的。李正任命的队长，一个个挑选队员，大部分人挑的都是自己嫡亲血脉的叔叔、伯伯、堂兄弟等人。你这孩子干啥的？三牛爱选谁选谁，你瞎操心干啥？三牛也真是的，咱们老赵家这么多人，他2叔3叔还有大旺2旺，不都能巡逻的吗？他咋就挑这么多外姓人？你咋这么能挑事儿？家里饭还没做，你赶紧回去生火蒸点窝窝头。婆婆咋就总是偏心大？等她生了儿子，看婆婆还偏不偏心。三牛，你选我吧，我打架还是可以的。张大刚也算是年纪很小了，他主动站出来。赵三牛想到了前2天为娘亲说话，于是点头。行吧，第11个赵大旺，第12个张大刚。所有队员选完后，李正叮嘱道：巡逻队还会继续扩大，表现好的队员会提升为队长，其他人也会有机会加入巡逻队。好，散会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有钱是这么花的吗？猪肉涨到40多文钱1斤了，你买点粟米黑面回来不行吗？偏偏买肉，就这么一小坨，40文钱，天杀的败家爷们，我咋嫁了你这个狗东西？你不是说1年没吃肉了吗？正好看到卖肉的，就买了点回来，我也不亏，让屠夫送了1小根猪骨头，等会炖汤给孩子们喝。阿奶，这是我娘让我拿来孝敬您的。二狗，你咋也学着败家了？你才赚了500文钱，也就半两银子，这么点钱买啥不好，非要买肉，肉多金贵，一口就是1文钱，你真当自己是财主老爷是吧？行了，你少说2句，孩子好不容易赚点钱，想着孝敬长辈，结果一来就挨训。你说二狗以后还敢登门吗？赵老太太心里其实是高兴的，可是这2两肉实在是太贵了，能送得起2两肉，那至少买了2斤，2斤差不多100文钱，真是败家子，跟他那个娘一模一样。这时走进来一个人，是赵有贵，也就是赵傻根的亲爹。老叔、老婶子，我想开口求你们一个事儿。都是一家人，有啥事儿我们能帮上忙的，绝不含糊。就是想借200文钱，我这不是刚赚了500文吗？加上以前攒下来的一些钱，合起来也才800文。可是傻根看中的那个媳妇，家里开口要1两银子的聘礼，要不是怕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，我也拉不下这张脸来开口借钱。傻根这孩子从小就傻乎乎的，我还老担心他的婚事来着，没想到神不知鬼不觉，自个就把这事儿办好了。傻根看中的是哪家的姑娘？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。是桂花村孙家的姑娘，傻根一口一个水芹，我见过那姑娘1次，眉眼周正，手脚勤快，这是我们傻根的福气。一听到孙水芹这个名字，赵老太太脸上的笑就僵住了。之前大山娘过来打听这姑娘的家世，还说是想给二狗找对象，不过后来大山娘说是个误会。赵老太太看着赵二狗失神的模样，扯了扯唇角，看来并不是误会。哈哈，这200文钱晚点，我让大旺送过去，肯定不会耽误傻根娶媳妇儿。赵有贵千恩万谢着走了。这孙家的姑娘挺有派头的，这年头聘礼钱顶天了也就半两银子，他们家竟然要1两。若这银子是姑娘父母张口要的，说明当爹娘的不是个拎得清的人，聘礼要多了，以后闺女在别人家咋过日子？若这银子是姑娘自己开口要的，说明这姑娘心眼还挺多的。总之，这姑娘不适合我们赵家的人。赵二狗默默地低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老太婆，你这是……二狗这小子也惦记孙家的姑娘，人家姑娘都跟赵傻根谈婚论嫁了，再惦记可不行。赵二狗回到家，然后开始打土坯。他对房子很有执念，但凡家里的房子宽敞一点，水芹都不会拒绝他。你刚回来，应该是累着了，等吃了饭回屋子休息一会。他低着头，默不作声。
去你阿奶家戒点盐，再问问你二哥去那边发生啥事了。赵四蛋点头，立马去戒盐。赵老太太本就有心敲打李正，自然是通过赵四蛋一张嘴，将赵傻根要娶媳妇儿的事情告诉了程弯弯。程弯弯在等赵四蛋的时候，李正却突然来访。我这会儿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卖的那个冰粉传遍了附近几个镇，河口镇、凤凰镇、白云镇等等，那边的人过来时特意问我能不能帮忙带个话，他们那些小酒肆客栈也想进冰粉放铺子里售卖，不知你这边还能供货吗？当然能。李正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那些需要供货的名字我都让人记下来了，低于50碗的就算了，我记得都是供货量大一点的。河口镇的迎风客栈、诸暨酒肆、如意酒馆各50碗，凤凰镇的华庭酒楼、富贵酒楼、美食院各100碗，白云镇的。程弯弯迅速心算，这些小酒楼、酒馆、酒肆、客栈的量加起来，竟然有1000碗。李正叔，这事儿我该怎么谢您是好？大山娘这也太见外了，我就是帮忙传个话，你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。他虽然不知道大山娘赚了多少，大山娘半两银子应该是能赚到手的。这次县令大人奖赏的50两银子，就是全靠大山娘，不然咱们村是1分钱公款都没有，做啥事都不趁手。程弯弯点点头，然后开口道：明天要供上千碗冰粉，我这边人手有些不够，不知能不能找李正叔借2个人，铁柱爹和铁栓爹，下午抽出1个多时辰时间就可以了。李正爽快地应下来了。大山，你看能不能把后院围一个空间出来，周边用篱笆围着，上面用茅草遮住，那里再砌一个灶台起来，专门用来烧水搓冰粉。好的娘，我等下就办。二狗，你和三牛去山上砍树枝，再去野地里找芦苇干，把墙垒起来，挡一挡路过人的视线就行。后院围起来后，第2天赵安江几人就陆陆续续过来了。洗半斤冰粉5文钱，1天的上限是1斤半，大家量力而行，有啥不懂的就问大旺爹。大嫂，这里就交给我了，你去忙别的事吧。程弯弯走到老宅那边去，家里只有赵老太太和文世仔。大旺娘，再有人来送灯笼子，你就说一声，以后12文钱1斤子，越多越好。之前是10文钱1斤，现在涨了2文。满山的灯笼草根本就没人要，都是不值钱的东西，你咋就要给12文钱？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是吧？娘，您也不好好想一想，既然我出得起这个钱，就说明我还有的赚，我能让自个吃亏吗？赵老太太没好气的道：能多赚为啥子不多赚一点？干啥要给别人？那不如娘来帮帮我吧，我这边缺个烧水的人，娘每天过来烧水，工钱2文，咋样？烧个水就2文钱，真是不把钱当钱。赵老太太本来想拒绝不要钱的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那就说好了，1天2文，我明过去。这时门口一个相熟的妇人跑进来：大山娘，你娘家来人了，你赶紧回去看看。程弯弯愣了一下：我娘家？是啊，程老太太带着你娘家的侄女儿来了，到门口了，你快回去。程弯弯的眸光沉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大嫂之前和程家人走得近，这段时间不知咋回事疏远了，但不管咋说，程家都是大嫂娘家，大嫂亲娘过来，母女俩大概有啥梯计话要说，娘这时候过去不合适。日子总算是好过了一点，程家那群吸血虫又找过来了，我看着好不容易挣回来的1点钱，又会进程家人手里，造孽哦！二旺，你赶紧跟你大伯娘过去看看，发生了啥事回来说一声。程老太太站在院子里，前不久她来过一次，那时这院子啥都没有。1两银子咋够？起码得2两银子。不过我一开口先说5两，然后降低到2两，不怕不答应。大山，你这孩子咋不认识外婆了？还不快请外婆和你表妹进去坐一坐，调2杯水出来，再加点糖。你表妹喜欢喝甜的。赵大山站着没动，程老太太有些恼怒了。哟，这是谁来了？程弯弯满脸戏谑的走进来，咋一点礼数都不讲？你们外婆这次来，定是为了偿还那18两银子，是的吧？昭儿下个月的束修费要交了，加上笔墨纸砚，一共是5两银子，你拿给我。程昭读书让我出钱，你是他二姑，你说过会供昭儿考上举人，你咋能说话不算话？你拿不出5两银子我也能理解，那就2两银子吧，总要先把束修费给交了。我之前就说清楚了，我程弯弯和程家一刀两断，我是赵家人，与程家再无任何关系。程老太太咬着腮帮子说道：今天你必须拿出2两银子，否则我就不走了。不走可以，那我让人把您老人家抬出去。在后院忙活搓洗冰粉子的几个大男人也走了出来。大嫂，有啥要帮忙的不？大山娘，有啥事尽管说一声。程老太太想不明白，这几个男人在二闺女家里干啥子呢？我这次来，束修费是其一，其二，我给你说了一门婚事，就咱们程家村的一个官夫，他家里有田有钱，你家过去就能当家。大山，你去请巡逻队的人过来，就说程家村有人来我们家闹事，
让巡逻队把人轰出去。大河村的巡逻队，程老太太也听说过。她刚刚进来时，盘问了好一会。你啥时候拿出2两银子来？我啥时候再来？她健步如飞，带着程小草离开了院子门口。程老太太没拿到钱，憋着一肚子气，刚走到家门口，看到程昭站在院子里。昭儿，你咋回来了？阿奶，您这是去哪回来的？我去了你二姑家，你二姑真不是个东西，她说了会供你读书，才2两银子就舍不得。我可是她亲娘。昭儿，你考上秀才后，甭搭理她，谁让她对你不好，休想再沾我们程家一点好。娘，我就说了让你别去找二姑子，她也不知道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，竟然敢跟程家作对。以后咱们昭儿出息了，必须去他们赵家门口走一圈，1文钱都不给他，看他能把我们咋样。两人一唱一和，将程弯弯狠狠骂了一顿。听到这些话，程昭内心有些复杂。哎呦，我咋能在昭儿面前说这些？没都污了我们家昭儿的耳朵。昭儿，你咋突然回来了？是不是缺钱花了？娘这里还有些钱，你都带去书院，该买啥就买啥，千万别省着，免得被同窗耻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读书了。昭儿，你说啥子胡话？我的行李书籍都带回来了，我不会再去南府书院了。程老太太看到他脚边放着2个香笼，这样子不像是作假。也好也好，在家里好好学习，明年再去省城考秀才也无妨。不过家里也没个人能教你，还是去书院吧。你放心，书修费阿奶会想法子凑齐的，你别担心这个，读书最大。我被南府书院除名，无人担保，无法参加院试。你说啥？南府书院是疯了吧？为啥把你除名？不行，娘要给你去讨公道，简直是没天理没王法。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凭啥不能考秀才？南府书院的山长我认识，一把年纪了还欺负一个孩子，看老婆子我咋骂他？我被除名是因为我考试作弊，作弊者永不能参加科举。程老太太和程大嫂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是妇道人家，压根就听不懂程昭说的是啥意思。阿奶阿爷，爹娘都不必再为我凑出修费了。还有，我想知道这些年大姑二姑供出了多少钱供我读书？你大姑嫁的不好，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，一年拿点粮食过来做个样子。你二姑吧，也就去年男人死了拿了20两虚银过来，其他的啥也没了。每个月交书修费时，二姑都会前来程家，少则100文钱，多则1两银子。这么多年，零零总总算下来，我们家至少欠二姑50两银子。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些啥子？她是你亲二姑，她的钱不给你给谁？你花她的钱名正言顺，不存在啥欠不欠。应该这样说，是我欠二姑50两，与程家无关。我先是抄书赚的几两银子，我先拿去还上。程昭沉默着走出程家院子，他明明没有作弊，有人诬陷他，人证物证都那般齐全，山长无话可说。娘，程昭来了，他说是来还钱的，带了3两银子过来。我出去看看。走到外面，果然看到了程昭，他穿的还是南府书院那套衣衫。昭儿，你阿奶要我拿出2两银子给你做束修。二姑，我以后都不念书了，也不参加院试了。以前二姑给我念书的钱，我都会慢慢还回来。这是3两银子，还请二姑收下。确实是3两银子，还有些铜板在里头。上回去德和堂买书时，那个掌柜说程昭差不多是南府书院最优秀的学子，明年院试很大可能考上秀才。怎么说不念书就不念了？真的因为差钱？既然不读书了，那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耕地种田可还不起欠下的那些银两。我打算给德和堂抄书，100文钱1本书，我多抄一些，总能还上。既如此，那我明儿跟你一道去德和堂说清楚，你负责抄书，我每半月去结一次账，什么时候还清了，你什么时候回程家村。二姑的意思是让我在这里留宿？怎么，在二姑家住一夜都不愿意？程昭只得应下了。程昭看到赵大山和赵二狗在打狗踢，走过去问道：“有我能帮上忙的吗？”赵二狗头也不抬就说：“大表哥的手是读书写字的，别搓磨坏，站远一点，小心被你见到了。”赵二狗神色很淡：“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吃饭了。”赵四蛋看到程昭有喊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喊还是不该喊。昭儿，你要是饿了，就坐下一起吃。不过你们读书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一顿饭5文钱，你要是接受，那就吃；不接受，晚餐你自个解决。程昭皱眉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句话书上好像没有，他也从来没听说过。我身无分文，该日后赚了钱再还给二姑。第二天的黎明里，程弯弯刚走出屋，就看到吴慧娘坐在那里。慧娘，你咋起来了？娘，我感觉已经好多了，剥完这些石花子，我再上床躺一会，没事的。程弯弯看他确实是没事的样子，商城里买的保胎丸果然有效。既然大儿媳恢复了，赵富贵也该放了。富贵婶睁开了眼睛，她看向程弯弯。昨天晚上赵富贵一直做噩梦，高烧也没退下去，大山爹是不是真的要把他这条命拿走了？程弯弯切断电源，赵富贵的情况应该是被吓成这样的，没有性命之忧。大山媳妇的孩子保住了，大山爹也不想再为难赵富贵，你把他带回去吧。大山娘真是对不住了。程弯弯回到家，
牛车上已经装满了木头，一共17个木头，牛车根本就挤不下。程弯弯和赵二狗还有程昭只能步行跟着牛车一道去镇上。供货的店铺有点多，他让赵二狗都仔细记清楚，以后送货他就不会再来了，要让二狗挑起大梁。程昭没有跟程弯弯一起送货，而是来到德和堂，掌柜就叹了一口气：程学子，书院的人容不下你，你的抄书在我铺子里也很难再卖出去，抄书的事就算了吧。程昭愣住了，现在退路没了。抄书是小事，院士才是大事。我知道你品行高洁，不可能做舞弊之事。既然没有做，那就一定要想法子澄清自己。等到了明年无人担保，你连院士的资格都没有。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可是他一个农户家庭出生的贫寒学子，哪里斗得过那些纨绔子弟？昭儿，不是说好了抄书还钱吗？你跟掌柜的说好了吗？我以后多久来结一次账？二姑，我可能需要找其他伙计。无事，慢慢来，等会再寻摸看看。程弯弯缓声开口道：你才高8等，叫人绰绰有余，不知你对当先生有没有兴趣？南府书院的先生至少要是秀才，其他镇上的书院基本上都是老秀才自己开办的，老秀才一人就能撑起学堂，不会对外招先生。他低头也是很少低头，这次是真的有些无可奈何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愿意来二姑家教你几个表弟读书写字？昨你说你欠我50两银子，我1个月给你5两银子酬劳，如此算下来，大约1年你就能还清这些钱，如何？程昭略微思索了一瞬间，就点头应下了。你今儿先回程家村带点换洗的衣物过来，以后就在二姑家里住着，什么时候还清了欠债，什么时候就可以走了。不过这事儿你阿爷阿奶爹娘肯定会反对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不希望程家人再来赵家找麻烦。二姑，我知道的。昭儿，你可回来了，你二姑那边怎么说？给钱你了吗？我暂时不能去读书，找了个教书的伙计养活自己，阿奶不用担心我。你教啥子书？这不是耽误考秀才吗？昭儿，我让李正去问了，凤凰镇有个书院还招生，等会让你爹带你去那边报名，咱一定要读书，一定要当秀才。诬陷他的人之一就是凤凰镇县令的亲儿子，他去那边读书就是自投罗网。阿奶，您别管我了，我今年18岁，即将19，有些事我应该自己处理，我一定会迈过这个难关。拿好衣物和一些书籍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不好了，蝗虫来了！不好了，蝗虫来了！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这些蝗虫还没有去年1/10，大家一定要冷静。这么多蝗虫飞过来，就是不吃我家稻子，我也不晓得为啥子。鸭子是蝗虫的天敌，我和王婶子家地里有鸭子在，蝗虫自然会选择没有鸭子的稻田。众人不太相信鸭子能吃到蝗虫。今天飞来的蝗虫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警醒，还有不到半个月丰收，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岔子。家里还有余钱的，就赶紧买鸭子放地里养着，能防一点是一点。鸭子能赶蝗虫，能下蛋，还能杀了炖汤吃。大山娘，光有鸭子可不行。程弯弯知道鸭子有用，但上千亩农田，至少需要万只鸭子。去年蝗灾来之前，就有这么几次小范围的蝗虫飞来，当时大家都没当回事。谁能想到，短短几天之后，所有农田都被毁掉了。干旱的事好不容易解决了，真的怕蝗虫飞来，一切就全完了。程弯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李正书，先别急，肯定有办法的，我们都好好想一想。吃过饭后，几个小子一起互相合作打土坯。娘，我们要盖多大的房子？起几间？至少每人1个房，免得以后娶媳妇又得盖房子，还要有一个大堂屋，一个灶房，书房也得备着。对，最重要的是厕所。赵大山点头，在心里盘算着要打多少土坯。这时赵老太太也来到院内。娘，您就负责烧热水，烧出来的水放在风口晾凉。这活计根本就不是什么累人的事。大表哥，你怎么来了还带了行李？这次来了就不会走了吧？赵老太太一听到这话，整个人顿时不好了。程家小子，你二姑家这么小，你来凑啥热闹？你一个读书人，哪能住这么破的房子？这不是辱没你读书人的身份吗？古有学者以地为铺天为盖，铸成惊人之作，艰苦的环境方能成就坚毅的品格。诚招感谢二姑收留。赵老太太瞪圆了眼睛，这程家小子说的话她听不懂。老大媳妇，你娘家侄子在这里住多久？啥时候走？娘，您放心，昭儿在这里不是白吃白住，有事情让他做。这话赵老太太一个字都不信。程弯弯让程昭帮着一起过滤冰，这活不累也不伤手。赵老太太在边上，之前还挺嫌弃程昭的，这回又觉得这孩子蛮可怜，读书的料子咋能干这种粗活呢？程家小子，你看书去吧，这点活我来做。赵阿奶，我来二姑家是为了偿还这些年二姑为我出的书修费。行了，你赶紧去看书去吧。程昭无奈走出后院。程家小子读书厉害就算了，手脚还这么勤快。听说他18岁吧，不知道娶亲没有？就算没娶亲，也别惦记，
人家明年就成秀才了，娶官娘子都使的。秀才老爷见到县令都不用下跪，以后田地也不用浇水，家里出个读书人，定是祖上冒青烟。程昭很优秀，被人诬陷无法参加院试，这应该会成为程昭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瞧着挺简单，咋就这么累？还有这么多盆，得忙到啥时候？最晚忙到了子时，今儿有娘帮忙，等会大山他们也会来帮忙，天黑的时候应该能弄完。赵老太太咂舌，一大家子人忙到子时，这过滤也不是啥复杂的事，我给你找2个人来帮忙。娘，太谢谢您了，过滤出来1桶3文钱，您看这个价格行吗？放在从前，赵老太太一定会骂大儿媳是个败家玩意儿。3文钱1桶也不算太多，不过找些在家里没啥正经事的老太太来忙活，给2文钱就够了。娘来定夺就是了，我都听娘的。她这么乖顺，赵老太太格外满意。于是赵老太太去找赵姓本家的2个老太太。天色暗了下来，一天的学习时间又到了。程昭正式成为4个孩子的先生，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读3字经，一遍又一遍。程弯弯把自己关在里屋，在商城里买了一本现代农业治理蝗虫的书，书上是关于蝗虫的历史介绍，从古至今蝗虫造成的灾害、动乱等等。婶子，我是想听听程表哥在讲啥子，我这就走了。你要是想学，就一起学。赵铁柱十分不自在的道。可是我奶肯定舍不得让我一天拿1个鸡蛋过来。你问问程昭愿不愿意教你，他愿意的话，不拿鸡蛋也没关系。赵铁柱两眼亮晶晶的道：程表哥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学认字算珠吗？我会说服我阿奶给树修费的，可能拿不出鸡蛋，但应该能给1捆干柴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不需要树修费，你拿个凳子坐下一起听就是了。二姑已经付了5两银子的工钱，4个学生是教，5个学生也是教。大山娘，她走到程弯弯面前，嗓音略微沙哑的说道：大山娘，最近李正有啥事都找你商量，我知道你很能干，也很聪明，所以也想向你讨个主意。啥主意？我不想跟赵富贵过下去了。富贵婶咬紧了牙关。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，那天去大槐树下照顾赵富贵，我就是想全了夫妻这么多年的情谊。程弯弯笑起来，都想拍手称快了。这样的男人确实不能要，你能这么想是件好事儿，不过了就不过了嘛。女人单独过又不是不行，照样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不管是和离还是被休，我都必须回娘家。我给赵家生的几个孩子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再想看一眼都难。古代的法则好像就是这样，和离之后，女人就必须回到自己娘家。你家大头今年16还是17了？说亲了吗？快17了，亲是去年就定下来了，是我娘家妹子的大闺女，计划年底成婚。找个最近的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，大头成婚之后就让大头分家出去。程弯弯越说越觉得可行。然后你跟着大头和他媳妇一起过，以后再想法子把小头和几个丫头接过去，这样就不用再跟赵富贵过日子了，你也不必和孩子们分开。至于赵富贵，他想干啥就干啥，你以后就当这个人死了。大山娘，谢谢你给我出主意，太感谢你了。以前我还那样误会你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要向前看。大山娘在家不？在呢。几位嫂子有啥事儿？今儿一大早我们去镇上买鸭子，走了一天都没看到卖鸭子的。我们就是想来问问大山娘家的鸭子是在哪里买的，给我们指个路。我在河口镇买的，不过那个卖鸭子的人不是天天都去，得碰运气。几个妇人面面对视，家里的杂事根本就脱不开身。不然这样吧，我家这摊子小生意每天都要跑一趟镇上，附近几个镇都得去，总归能碰上卖鸭子的。几位嫂子要是信得过我，买鸭子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他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1只鸭子大概是6文到8文钱，看几位嫂子要多少。不过这个年成，鸭子贵一些也正常。几位妇人纷纷点头。我家要20只，我家拿40只。我们还没分家，水田有30亩，要70只鸭子吧。4、5个妇人要的鸭子加起来，竟然有接近200只。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第二天，程弯弯让赵三牛在家里待着，他和赵二狗去送货。镇子里转了一圈，只看到了一家卖鸭子的，从商城里以5文钱1只的价格买了150只。他买的是出生时间稍长一点的大鸭仔。到了村口，一群人围上来，满脸惊奇。大山娘真有本事，竟然买到了这么多小鸭仔。这些小鸭仔出生应该至少半个月了，黄毛已经退了一些，好养活。以前刚生下来的鸭子就要5、6文钱，这些大一点的鸭子应该不便宜吧？大山娘，多少钱1只？7文钱1只，这个价格很是公道，毕竟这些鸭子再养一阵子就能下蛋仔了吃，价值远超过了7文钱。之前预定了鸭子的几个嫂子挑完，还剩下最后30只鸭子。程弯弯让赵二狗拿去送到老赵家。二狗子，让你娘明儿给我再买20只鸭子回来，不，30只吧，多买点。娘，咋就一定要买鸭子？蝗虫来过一阵以后，肯定不会再来了。鸭子买回来了就是折腾人。
你这婆娘懂啥子？赵老太太没好气的骂道：“蝗虫不来就不能养鸭子吗？瞅瞅家里这些孩子，一个个瘦成啥样了？鸭子比鸡勤快，养大了好生蛋。你要是嫌弃鸭子折腾人，以后一个鸭蛋都不给你。我这不是怕累着娘吗？主要是怕累着她大闺女春花。春花是家里最大的丫头，家里4个丫头轮流伺候鸭子，累不着我。”赵老太太狠狠瞪了孙氏一眼。昭儿，你的手不适合干这个，不如我明儿买几个算盘回来。算盘最便宜都要300-400文呀，这价格确实是有点贵。表哥，我和3个哥哥轮流用你的算盘就好了，我们一定会学会的。程弯弯拖着下巴，缓声道：“四蛋，你阿爷会做木头，应该、或许、可能也会做算盘。那我去找阿爷。我带上算盘一起去。等等，上回你阿爷做木头，我没给工钱，这钱给了你阿爷也不会要。这次开口让阿爷帮忙做算盘，必须要给钱。昭儿，你说一个算盘给多少钱合适？”程昭回想了一下德和堂的物价，得做出来了才知道。不过就算最差，也有至少50文一个。行，那就做出来再说。赵四蛋带着程昭风风火火去赵家老屋。阿爷阿奶三婶。程昭谦然有礼的跟着打招呼。赵家阿爷阿奶好，三婶好。程昭喊他的时候，他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，实则一直在偷偷打量程昭。这么好的后生，咋不是我赵家的苗子？要是赵家能培养出一个读书人，以后闭眼了去见列祖列宗的时候，该多有面子。我这次来是有一件事想请求赵家阿爷帮忙。程家小子，有啥事你赶紧说，只要是我能做的，绝不含糊。不知赵阿爷会做算盘吗？以前我央求一个掌柜教我，那掌柜瞧不起我一个种田的，硬是不教精髓，天天瞎忽悠。我学了半个月，啥都没学会，最后一怒之下和那掌柜断交了。不会做也得试试。他看向刚走进来的赵有才，老三，去山上砍树，樟香木或柏木都行。院子里，赵老头子在锯木头，程昭在边上帮忙。这些年，家里的桌子、椅子、凳子、床架子都是我用这些工具做出来的。虽然不如买回来的漂亮，但胜在便宜，且用的木料都是山上最好的木头，不怕生虫坏掉。做算盘最好的是檀木和黄花梨，不过这些好木头太难找了，用柏木也可以。算盘做这么大型不？再小一点，这样方便带在身上。赵老头子把这个木头锯短了一点。我师傅说要用细布来抛光，这东西太金贵了，买不起就用粗麻布吧。在拿手上把玩个几天，慢慢就光滑圆润了。我身上是绸布，不知是否可行？你这孩子咋这么虎？做这么多算盘干啥子？送给4位表弟，他们都很喜欢学算珠，我想把我会的都教给他们。赵老头子的眼睛瞪圆，他很想问他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学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有3件事：第一是没有学成木工，第二是没有学成算盘，第三是没有看到大儿子得胜归来。3个遗憾，其中一个好像有可能实现的样子。你不是还要考秀才吗？咋有功夫来你二姑家教书？这些年读书，二姑帮了我许多，我欠了二姑许多，只能教书来抵债。我能让家里的臭小子跟着一起去学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占你便宜。家里正好还有些粟米，用粟米当束修怎么样？大旺想学过来就是了，不需要束修费，二姑都已经给了。你二姑给是你二姑的事，我们家不能白占便宜，多的钱拿不出来，几斤粟米还是给得起的，1个月就10斤粟米吧。让大旺一个人去，学会了回来教他弟弟。粟米不必了，可以让大旺、二旺一起来，多带张东子来就行。让大旺去就可以了。大旺学会了回来，教二旺的时候，他还能在边上偷学一点，这张老脸能保住。回去的时候，家里4个表弟都睁着漆黑的眸子，直溜溜地看着他。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算盘呢？做好了吗？表哥，你先做。他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客气。赵大山和赵三牛也很期待。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之后，才能做好算盘。算珠竟然做好了，小小一个，和表哥的算珠一样大，就是不太光滑。用布一直摩擦打磨，到这些珠子变光滑为止。夜色擦黑，赵大旺第一次学习完回到家时，一院子的人都在，全都盯着他。你今儿学了些啥？教二旺也学一遍。阿爷，我能不学吗？我不喜欢认字，也不喜欢算术。你不想学，我还不想教呢。程表哥真厉害，啥都会。我以后一定也会变成跟程表哥一样厉害的人。你这小子必须教。二旺，你要是不好好学，以后就别喊我阿爷。赵二旺苦哈哈一张脸，只得认命跟着赵大旺学认字。都是赵家的孙子孙女，凭啥只有大旺、二旺能学这些东西？既然二旺不愿意学，那就别强迫孩子。春花和冬花都很聪明，让他们2个跟着一起学吧。2个丫头片子，学啥子学？学了也没啥用。娘，您这话说的，大嫂不就在做生意吗？万一我们春花、冬花日后也嫁了一个生意人，那不得算账啊！记账就得会认字写字，这时候学也不算太晚。春夏秋冬4个花都跟着大旺一起学。孙氏又不满了，他家只有2个孩子，咋算都是他们3房吃亏，叫着他男人回了。
这个月一定能怀上。赵有才，你多来几次，这次必须要怀个儿子，不然总是咱家吃亏。他家只有打算都是他们三房事。一大早的，陈弯弯就接到了400只鸭子的订单。送货的最后一站是平安镇，他则走到巷子里，不动声色买了400只鸭子出来。是一个年轻的少年和一个20多岁的妇人，两人冷冷对峙。再敢勾引我爹，我把你家全都砸烂！我和你爹有媒人牵线，名正言顺，何谈勾引2字？不过若是嫁给你爹，就会有你这样不讲道理的继子，我可消受不起。你现在从我家出去！你发誓以后再也不去找我爹，我立马就走。两人横眉冷对，空气里弥漫着硝烟。沈正，你来此处干什么？陈弯弯看过去，竟然是县令大人。他看了一眼那少年，我竟然撞破了县令大人的家事。一阵鸭子此起彼伏的叫声，整个后院安静下来。你们继续，我路过。沈县令一脸怒色盯着自己。你不在书院好好念书，在这里作甚？爹，她就是你准备娶回去的女人吗？我不同意。县令大人，我和您还只是堪堪见了一面，未曾谈婚论嫁，沈公子就如此羞辱我，我一个女人还怎么过活？沈县令头大，他是迫于家母压力出来和这妇人见面，并非是真的要娶亲。徐娘子放心，此事不会有外人知道，不会影响你的名声。陈弯弯带着鸭子刚跟赵二狗要离开平安镇，沈县令和他儿子就迎面走过来。见过县令大人。二狗，你来镇上怎的不去找我？沈正有些不爽的开口。怎的？本公子还叫不动你了？二狗与你同岁，已经跟母亲学着做生意了，而你只会惹是生非，制造麻烦。说罢，看向陈弯弯。本官教子无方，叫二狗娘看笑话了。我家二狗在家里也是不着调，10几岁的孩子都是这般。县令大人不必为此置气。县令大人压低了声音。刚刚看到的那一幕。县令大人放心，民妇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没听到。陈弯弯一脸坦荡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在扯谎。二狗娘换了一门营生了，这是改卖鸭子了。回县令大人的话，这是我娘帮村里人买的鸭子，各家10几20只的样子。沈正好奇的多问了一句：养这么多鸭子做什么？庄户人家的农事，你自然是不懂的，问了也不会懂。鸭子能吃蝗虫，是为了防蝗虫。这段时间田地里发现了不少蝗虫，也是怕去年的蝗灾重演，这会儿先预防着。不过光有鸭子也不顶事儿。沈县令脸色大变。你说什么？地里有蝗虫？听到蝗灾2字，县令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不知朝廷有没有什么法子对付蝗虫？如果蝗虫数量不多，倒是有法子，燃烧其艾，可驱赶蝗虫，或是嵌盘掩埋，或是篝火诱杀。这几个法子，陈弯弯都从书上看到过，适合小范围灭蝗。若本官查清之后确有其事，必须上报知府大人。二狗娘，本官先告辞了。沈县令匆匆走了。娘，万一蝗虫没来呢？旱灾就是蝗虫的催化剂，虫卵在这样的天气里会大量产出孵化，到了合适的时候，蝗虫不知从哪里涌来，铺天盖地，将庄稼吃个干干净净。母子2人带着几百只鸭子赶回村子。回到家中，那些预定了鸭子的妇人带着钱来取鸭子。7文钱一只鸭子，这是抢钱呀！我记得之前只要6文钱一只，大山娘是不是过手多赚了1文？400只鸭子，那就是400文钱，都快半两银子了。陈弯弯都气笑了，他虽然从中赚了2文钱的差价，但他问心无愧。虽然我从中赚了2文钱的差价，若是去镇上买这么大的小鸭仔，没有12文钱谁会买？7文钱一只，这是镇上公开的价格。大刚娘这是瞧不上这些鸭子呀，正巧泥鳅娘还想多买几只，这20只我拿去给泥鳅娘。还是大山娘想着我，140文钱回头就给你。还有谁觉得贵了可以退，没关系的。自己去镇上买鸭子，还不一定能撞上卖鸭子的人，白跑一趟家里的事情也耽搁了。天气太热了，一定要注意鸭子的卫生问题，免得鸭子生病，一只生病就会传给其他鸭子。张无赖的婆娘多嘴了一句，到手的鸭子就飞了。大山娘，刚刚是我多心了，你那边还有鸭子吗？10只也行。卖给你鸭子，你会在背后骂我贪图你的钱，我何苦吃力不讨好？还想让我低声下气求你不成？我明自己去镇上买，真以为别人没长腿吗？娘，我今天抓到了好多蝗虫，都关起来了。 4个竹笼里全是蝗虫，嗡嗡作响。就在3、4天之前，靠人力抓蝗虫还有点难，但现在4蛋一个孩子，一个上午，竟然就抓到了这么多，蝗虫越来越多了。看来实验必须快速进行。午饭随便折腾了一些，陈弯弯让程昭跟他一起上山走一趟，他要找些书上提过的草药。这是过路黄，这种草药似乎可以杀虫，鸡窝鸭棚里蚊虫多。二姑需要采摘一点回去试试吗？陈弯弯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还懂药理？南府书院有书馆，我曾借一本《草药大全》看过。为了锻炼增强记忆力，我背过草药的药性，但并不懂药理。这个大侄儿在程家那样的环境里长大，被整个程家村捧很高，难得没有整歪。
已被南府书院开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二姑一问，她心里的委屈莫名其妙就涌上来了。我没有作弊，但是先生找到了作弊的证据，还有人证物证，在证据面前，山长无力保我。你知道是谁诬陷你吗？一个是凤凰镇县令的儿子，另一个是白云镇富商的妻弟，两人在书院为火作伥，数次拉拢我，被我拒绝后恼羞成怒，栽赃陷害，一人有权，一人有财，我无权无势，如何对抗？或许我程昭这辈子就止于此了。既然你觉得会止步于此，又为何深夜用功呢？这几个夜里，他睡在里屋时，能听到堂屋程昭碎碎念的声音，不是在说梦话，而是在读书。南府书院开除你，并不代表你就失去了院士的资格，只要有人为你担保，你照样可以参加科考。程昭苦笑，他一个村里出来的学生，哪认识什么官学的人？距离院士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不着急。既然你熟读草药大全，那帮忙多找点驱虫的草药，各类都要。大山，你去田里割一点稻穗来。娘，稻子还没熟，割回来干啥的？程弯弯倒腾着手里的活计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二姑是想试试这些草药会对蝗虫产生什么效果，若是能找到一种克制蝗虫的草药，就不用再担心庄稼被残害了。程弯弯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。艾草能驱赶蝗虫，仅能驱赶。第二个背篓是浸泡了马英丹的稻子，所有蝗虫都死了，是被毒死的。程昭在纸上写下：蝗虫使马英丹，暴毙而亡。老大媳妇，你是失心疯了吧？稻子是人都舍不得吃的金贵东西，你咋能这么糟蹋？娘，您的活忙完了吗？要是忙完了，能不能去帮忙把李正书请过来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李正书商量。赵老太太立马顺着他的话道：行，我这就去把李正喊过来。大山娘，你知道我是个没啥想法的人，别人说啥我都会信。你说能有办法治理蝗虫，我是真的信了。你可别骗我这个老实人。李正书看看我这儿写的东西，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。程昭将一叠纸递过去，主要都是数字，草药多少多少，水多少多少，蝗虫多少多少。奇异能驱赶蝗虫，马英丹能杀死蝗虫。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。咋试？上回遇到县令大人，大人提起了篝火诱捕法，不如几种法子合并试试看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散尽，暮色已经降临了。众人将干柴堆在田埂上，这边一亮起火光，就有大片的蝗虫嗡嗡嗡飞过来。知道稻田里最近有许多蝗虫，却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。程弯弯的眉目也很凝重，蝗虫已经渐渐开始群居成灾了，必须及早扼杀。他拿出马英丹，扔到了火堆里，燃烧出来的烟雾可以杀虫。马英丹味道有些刺鼻，把口鼻捂住，浓烟四散，刚刚还嗡嗡乱飞的蝗虫，一只一只往下掉。村里的人看到这边情况，也全都围了过来。这只是一部分蝗虫，在收割之前，我建议每天晚上都试试这个法子，能杀死多少是多少。这也太难闻了，这种味道都耐把蝗虫毒死。我们闻了这种味道会不会生病啊？大山娘，你可别把大家伙都害惨了。马英丹是有毒草药，人误食后会有中毒反应，其烟雾中也有少量毒素，致人咳嗽，重则呕吐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大山娘，你在村里烧毒物，是想毒死我们全村人吗？其他村民也有些惴惴不安。怕自己被毒死的，那就关好门，不让烟雾进去就是了。呵呵，我之前咋没看到你们一个个这么惜命？要是蝗虫把稻子都吃光了，大家也会饿死，反正都是死，被毒死也好过被饿死。程昭咳了咳，马英丹治蝗虫不一定通过燃烧，也可熬煮成水喷洒在稻子上，蝗虫食之即亡。不过熬煮的比例需要掌握好，水多则药性低，水少则费时费力。李正没忍住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读书人就是聪明，这要是我们大河村的孩子就好了。这法子是我二姑想出来的，我只是配合记录，农事方面我也不太懂。李正只当他是谦虚。若是信得过我的人，可以明儿上午先去上山采集马英丹，下午来我家熬煮。煮过马英丹的锅子不能再做饭，他只能把自己家那口锅贡献出来。大山娘说啥就是啥，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村妇能懂啥子？还不是靠着会念书的侄儿。那程昭看起来真不错，仪表人才，说话斯斯文文。我娘家有个侄女，或许可以凑一对。张婆娘的眸子闪了闪，一个主意上心头。要我说，还是傻根媳妇好看，那眼睛水汪汪的，傻根都看傻了。温家那姑娘确实是好看，但大头媳妇也不差呀。听说家里家外婆都是一把好手，以后富贵婶可以享福了。大头媳妇是富贵婶的亲侄女，以后也没啥婆媳矛盾。二狗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吃喜饼？赵二狗低着头继续干活。我等会还要去镇上送货，就不去了。娘，我能去吗？我想去看新娘子。走吧，看新娘子去了。看到程弯弯进来，赵傻根打了声招呼。这是我们赵家的大婶子，你喊大婶就可以了。大婶子，这是我娶的媳妇儿，叫水晴。孙水晴看到程弯弯这张脸时，脸上的笑容早僵住了。
大婶，陈弯弯的脸上依旧是笑容。婶子也没啥好东西给你，这块布不大，可以做个鞋面啥的。谢谢大婶。以后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，争取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争取早日生一个大胖小子。真好吃呀！我留一半带回去给二哥吃。为啥只给二哥呢？因为二哥今天心情不好呀。娘，偷偷告诉你，其实二哥很喜欢水晴姐。我觉得二哥比傻根哥长得好看，也比傻根哥聪明。为啥水晴姐不嫁给二哥呢？因为他不喜欢你二哥。赵傻根家这一房就他一个儿子，有田有地，房子宽敞，以后家里的一切也都是赵傻根一个人的。四蛋，你以后选媳妇儿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你二哥这双眼睛太瞎了。可是水晴姐真的很漂亮。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就连才10岁的四蛋也被视觉支配。赵二狗栽在孙水晴身上不冤。家里1粒米都没了，还娶啥子媳妇？多一个人多一张嘴，谁来养活？本来就没粮食，还到处借粮做喜饼。你这婆娘就是不干一件好事。说好了年底再娶，非得这时候娶进来，细胳膊细腿的，还能指望他下地收稻子不成？你跟张寡妇滚床，闹这么大，我有说啥吗？你儿子娶媳妇，你多安步的，你是当爹的人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娘家的人，也不喜欢我娘家的侄女，不然这样吧，让大头跟他媳妇分出去过，正好那边不是有个破屋吧，给他们2口子单独住。大头媳妇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她嫁进来的第一天就分出去，那村里人怕是会用唾沫星子淹死她。既然爹觉得我娶媳妇是拖累，那我和媳妇儿就分出去。分家就分家，1亩田都休想分出去，饿死了别回头来找我。这个家也容不下我，我和大头一起分出去。赵富贵分家的事闹开了，陈弯弯转到去了破屋，1亩田都没分出来，以后准备咋办？家里田地的事都是我和大头小头在做，我们走了，这些活就没人干了，除非赵富贵想让稻子烂在地里，不然他肯定会回来求我们。大山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有手有脚，总不至于饿死。富贵婶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就是苦了大头媳妇，第1天嫁进来就跟着受苦。”娘，我不苦，我先来把屋子收拾干净。陈弯弯还没有到自己的院子，王婶子就开口说道：“大头娘前脚刚走，张寡妇那个不要脸的就摸到赵富贵家里去了。赵富贵这个狗东西上回都快死了，张寡妇也不管他，他咋还能干这种猪狗不如的事？赵富贵要是能改过来，就不叫赵富贵了。富贵婶分出来了以后，过清静日子多舒服，就怕赵富贵不要脸拖累大头2口子。这都是别人家的事，不在陈弯弯操心的范围之内。”那啥，大山娘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就是那啥，你娘家的侄儿不是每天晚上都教四蛋他们读书写字吗？我能不能厚着脸皮也让泥鳅跟着过来一起学？你放心，我不占你侄儿的便宜，我给束修费。陈弯弯招手让四蛋喊出来陈昭出来。泥鳅娘，这事儿你问他，我做不了主。于是王婶子又把这话说了一遍。陈昭点头，带凳子过来坐下，一起听就是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还没到秋收的时候，我家也没粮食，鸭子还小，也没到生蛋的时候，我让泥鳅爹砍几担干柴来先垫着，以后再补上，成不？程昭都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又走来了一个人，是周老婆子。镇上1个月束修费1两银子，这么多钱我老婆子出不起。不过我要求也不高，让胡子多少能认识几个字就行。钱给你了，晚上我让胡子过来跟着一起学。20多文钱直接塞进了程昭的手里，程昭将手里的铜板递给了陈弯弯。我是二姑请来的先生，不该私下里收束修费。陈弯弯没有接。如果想学认字的人越来越多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来这里教书是为了偿还这些年欠下二姑的债。二姑的债还清之后，或许他就该走了。开创认字班吧，让更多的孩子认识更多的字。他们给的束修你就收着，这是属于你的。不过我也给了束修费，所以我有额外的要求。二狗和四蛋不跟大家一起上课，单独教他们2个。上课的进度要快一点，比如说，我希望短时间之内，二狗能精通算术，四蛋能熟读300签。加快进度，那就要增加读书时间，以后下午可能也要读1个时辰。你来安排就是了。这些束修费、粮食我想拿去给大姑，铜钱我想送去给程家。程昭不属于大河村，他迟早会走出去。